这种顶级贵族的宴会，表面上看全是浪漫和体面，到处都是跳舞的新人，但实际上这里也是最脏的社交场，所有人都在背地里嚼舌根。这不几个名媛已经盯上了目标，他们小声嘀咕着：“那真的是她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漂亮了？从今天起不能再叫她艾兰男爵小姐了，她现在是梅乌斯家族的新主人，梅乌斯公爵夫人。”可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邪乎。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公爵都已经失踪5年了，她到底是怎么怀上孩子的？虽然老公爵亲口承认了血脉，但私底下的流言根本压不住。这帮名媛越说越过分，甚至觉得他是用什么邪门歪道把整个公爵府都给骗了。这豪门背后的水远比想象中要深得多。就在这帮人说的起劲时，正主终于现身了。公爵夫人伊莎贝拉冷冷的开口：“怎么，我儿媳妇的事就这么让你们感兴趣吗？”她这一露面，全场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伊莎贝拉盯着这群人质问：“看来你们是觉得梅乌斯家族好欺负，连怀着公爵家亲骨肉的人都敢随便编排了？”刚才还嚣张的名媛这下彻底吓傻了，语无伦次的求饶说自己只是口误。伊莎贝拉根本没打算放过那帮人，她亲昵的挽起朱迪斯的手，故意大声说：“咱们回家吧，别跟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闲杂人等浪费时间。”这一句话简直是当众扇了那帮名媛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还特意提到公爵大人正等着他们，而且肚子里的宝宝也该休息了。朱迪斯也非常配合，甜甜的回了一句：“好的，母亲。”两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宴会厅，只留下一群脸色难看的名媛在原地发愣。刚才那几个嚼舌根的名媛，这会儿都快吓飞了，他们拍着胸口后怕，刚才在那屋里简直压抑的让人没法喘气。这帮人也是真敢，居然敢去招惹伊莎贝拉。这位公爵夫人可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要是换个时间，他们怕是早就没法在帝国混下去了。不过经此一闹，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能让公爵夫人这么护着一个平民出身的儿媳，看来朱迪斯怀孕的事绝对是真的。可既然孩子是真的，那失踪了整整5年的埃基安公爵到底人在哪儿呢？回城的马车上，伊莎贝拉冷静的复盘，现在全城的人应该都知道了，朱迪斯肚子里怀的是公爵家的种，只要朱迪斯这一露面，原本要给埃基安公爵办的销户手续就彻底办不下去了。朱迪斯在一旁小心翼翼的搭话，他说自己穿戴这些衣服首饰都很小心，等一回到家就马上把这些贵重东西都还给婆婆。谁知伊莎贝拉听完脸色瞬间就变了，她盯着朱迪斯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疯了？”朱迪斯直接被问懵了。伊莎贝拉没好气的训斥道：“公爵家难道是那种会把送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的小门小户吗？就算只是签了合同的儿媳，那也是公爵家的门面。”他看着朱迪斯说：“这身衣服很衬你，明天再去定做一套差不多风格的。还有，待会儿回府赶紧准备宵夜，就算是假怀孕你也瘦得太不像话了。”朱迪斯被这一连串的霸总语录砸得晕头转向，只能愣愣的回答：“啊，好的。”伊莎贝拉这才满意的收回目光。朱迪斯看着婆婆的背影，心里突然暖暖的。这位公爵夫人虽然说话带刺，但字里行间全是在变着法地心疼她呢。朱迪斯越想越觉得这日子过得简直比梦还美。原本以为进的是个恶名昭彰的豪门，结果这契约儿媳当得比亲闺女还滋润。想想以前，她每天都在为那些莫名其妙的债务发愁，被债主追得满大街跑。可自从进了公爵府，每天除了穿漂亮衣服就是吃香喝辣，以前那些苦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遥远了。谁能想到呢？外面传的神乎其神的恶毒婆婆，其实是个会怕她吃不饱，拼命给她塞好东西的傲娇大佬。这公爵府里的人真的比她预想的要好太多了。这波豪门契约，朱迪斯觉得自己真是赚翻了。朱迪斯下车的时候还在想，反正这只是个临时差事，既然真正的公爵埃基安已经回不来了，那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就安安心心当他的豪门少奶奶。可就在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黑暗中响起：“你回来晚了。”朱迪斯猛地停住脚步，只见花园里站着一个金发男人的背影。他语气平淡地说了句：“好久不见。”伊莎贝拉看清来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她颤抖着声音问：“埃基安，真的是你吗？”男人缓缓转过身，对着伊莎贝拉叫了一声母亲。这下麻烦大了，那个本该死掉的男人竟然活着回来了。埃基安一步步走到朱迪斯面前，语气里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他说：“那么这位应该就是我的妻子了。”朱迪斯整个人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说你现在正怀着我的孩子，这下全场都死寂了。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男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怎么可能？在他的记忆里，这个叫埃里希的男人明明已经死了。就在这一瞬间，就在他那个烂赌的父亲自杀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穿越了。父亲只给他留下了一个空壳爵位，还有一辈子都还不完的赌债。就在朱迪斯被踢出家门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彻底跌到了谷底。亲生母亲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跟人跑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深夜的街头自生自灭。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候，朱迪斯突然想起来了，他竟然穿进了一本上辈子看过的书里，而且这一穿就是17年。起初他还以为自己是疯了，可脑子里那些清晰的剧情根本没法解释。他像个疯子一样冲出去，只想确认一件事：这个世界难道真的只是一本小说？这本把朱迪斯困住的小说名字叫《废墟中绽放的花》，讲的是女主角在火灾里丢了唯一的指望，却依然坚强寻找真爱的故事。朱迪斯当时就想，如果这个女主角真的存在，那就证明她没疯；如果找不到，那她干脆撞墙死心算了。他在大街上拼命跑了很久，终于在一家花店门口
看到了那个和书里描写一模一样的女人，这下彻底实锤了。朱迪斯停下脚步，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一个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既然剧情是真的，那他这个注定要倒霉的配角，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朱迪斯终于找到了那个女孩，可看清对方的一瞬间，他这下彻底傻眼了。眼前的女主角竟然才只有12岁。朱迪斯脑子里全都是原著的剧情，那些画像真一样扎人，还不起钱就要拿身体去抵债，甚至还要被逼着嫁给一个大他30岁的老头，这就是原著女主的命运。朱迪斯猛地从梦中惊醒。朱迪斯原本以为自己能扛住，可真到了这一刻，才发现现实竟然比噩梦还要难熬。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光在这儿干坐着发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手里可是握着整部小说的剧本，既然已经回不去了，那就要想办法把这剧情变成自己的外挂，利用先知先觉的优势彻底翻盘。朱迪斯坐到桌前，准备把所有的细节从头捋一遍。朱迪斯仔细算了一下时间，原著故事要从女主15岁那场大火开始，可现在距离开篇还有整整3年，这中间的剧情完全是一片空白，光等下去肯定不行。既然主角团现在还没出场，那就只能从那些反派和路人身上找突破口了。朱迪斯手里的笔突然停住了，他想起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关键，那就是书里最臭名昭著的反派梅乌斯公爵家。说起这个卡尔，他在原著里可是个性格古怪的大反派，但谁能想到这个显赫的公爵家背后竟然全是烂账。当年卡尔的哥哥意外失踪，眼看5年期限一到就要被判定死亡，公爵家为了保住地位，竟然随便找了个女仆回来当替死鬼。他们对外撒谎说这个女仆怀了失踪长子的骨肉，硬生生把她推到了名义儿媳的位置上。可公爵家这算盘打得再响，也抵不过老天爷不给面子。这场假怀孕的戏都演完了，失踪的埃基安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有的压力和期望全都砸在了年幼的卡尔一个人身上。在这种压抑又虚伪的环境里长大，卡尔的性格彻底变了样，从一个单纯的孩子变成了书里那个疯子。原来卡尔之所以会变成后来的疯子，全是因为那个名义上的儿媳在背地里使坏，那个女人仗着身份没少给年幼的卡尔苦头吃。朱迪斯看着眼前的机会，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这个位置注定要有人来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与其让那个恶毒女仆毁了卡尔，不如由他亲自出马去公爵家当这个契约儿媳。这主意简直绝了！只要能顺利进入公爵家，接下来的剧情可就由不得那些反派说了算了。既然决定要改变命运，那第一步就要先赚够活命的钱。朱迪斯打算利用脑子里那些剧透去换取在这个世界立足的资本，不过距离公爵家招人的机会还有3年，这期间他必须找个靠谱的买家，把手里的情报卖个好价钱。他转身来到这家神秘的情报店，推开门的瞬间，铃铛声打破了屋里的安静。坐在桌后的男人头也不抬地说：“欢迎来到灰色情报所。”朱迪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来卖情报的。可对面的店员显然没把他当回事，只想随便打发点钱让他赶紧走人。朱迪斯可不吃这一套，他坚持要见这家店真正的老板，店员却拿规矩当挡箭牌，说老板概不露面。就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朱迪斯突然冷笑一声，反问对方是不是觉得他年纪小好欺负。还没等店员反应过来，他直接抛出了手里的底牌，这可就不地道了。毕竟据我所知，你们那位神秘的老板其实也还没成年吧？这话一出，店员当场就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孩，竟然连这种机密都知道。就在屋里陷入死寂的时候，身后的房门突然开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走了出来，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说自己还在好奇是谁在找他，没想到竟然来了一位这么有意思的客人。他笑着说：“那就这边请吧，我倒要看看你手里到底带了什么了不得的情报。”这个叫灰色的情报组织，扩张速度快得惊人，幕后首领更是神秘莫测。可惜在原著剧情里，他很快就会毁于一场大火，连男主都为他的消失感到惋惜。毕竟这里的情报确实好用到无可替代，而我在这里潜伏了3年。主人，我来了，祝贺您正式成年，艾兰男爵小姐。哎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你的礼物，我竟然成了情报头子的 VIP， 连成年礼这种私密时刻都能收到他亲手送的花。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我从来没提过自己的生日，他是怎么精准掌握的？作为情报组织的头领，这点小事当然不在话下。小姐不也同样知道我的年龄吗？那只是我运气好猜中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那些连我都查不到的秘密？为了还债到处流浪，总能听到些风言风语，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有这么高的准确率，这可不是普通的情报。看来小姐的本事比我想象中更大，那就谢谢你的夸奖了。情报当然准确了，毕竟我手里握着原著剧本，之前只敢卖点琐碎的小事，就怕彻底改变未来的走向。但能借此接近这位首领，才是我这3年最大的收获。因为只有直接和他交易，才能换到最高级别的秘密。而今天就是这个计划收网的日子。我今天不仅要卖情报，还要从你这里买点东西。这还是你第一次开口买情报，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已经开始期待了。那么小姐想要的是什么？没错，我带来的情报价值连城，正好用来抵消我要买的报酬。埃基安·梅乌斯，你说什么？我要找埃基安·梅乌斯的情报。他是梅乌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却在5年前突然人间蒸发，连原著都没交代他的下落。但梅乌斯家族为了拖延死讯，正打算找个假儿媳进门，这个位置我必须拿到手。你是说那个失踪了5年，至今生死不明的小公爵吗？还没到5年，但很快就是了。你应该知道
这其中的差别。一旦满5年还没出现，他就会被正式宣告死亡，到时候一切都晚了。不过，你为什么突然对他感兴趣？我对那位小公爵确实有那么一点兴趣，既然都要花大价钱买情报了，那肯定是非常感兴趣吧。我的意思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好感。噗可，你说什么？男女之间的好感？你这是什么反应？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只知道赚钱还债的女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位向来冷静的情报头子，竟然也有被茶水呛到的一天。看来我的这个理由确实让他有点措手不及。那位公爵大人一直以完美著称，我对他这种长相的人感兴趣，难道很奇怪吗？据我所知，那位小公爵可从来没见过你，我只是在远处偷偷看他，毕竟以我的身份，还没资格正式和他见面。不过，连这种事你都知道，不愧是情报屋的首领，看来你对他了解不少啊。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现在人在哪？最后的行踪是在哪里发现的？很抱歉让你失望了，关于他的现状我几乎一无所知。什么？你刚才不是还知道他没见过我吗？那是他失踪前的事，至于他失踪后的去向，你去哪家情报行问都一样，没人能给你答案。听说梅乌斯家族也在定期搜寻他的消息，但既然一直没有音讯，或许是时候彻底忘记他了。这说不定也是那位少年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总之，公爵领县在还为他保留着位置，毕竟他曾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所以大家才更难忘记他。当然，一旦他被正式宣告死亡，这一切的等待也就结束了。关于那位小公爵，我这里没有任何能提供的情报。我很抱歉，看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应该不是在故意隐瞒。爱心里突然空落落的，本以为成了这里的贵宾就能拿到一些确凿的情报，结果还是断了线索。如果连他都找不到人，我接下来的计划到底该怎么进行下去？那么埃基安到底在哪？如果他还活着，不可能躲得这么滴水不漏，毕竟只要活着就要生存，只要生存就一定会留下传闻。但在原著小说的结尾，他也始终没有出现过。难道他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吗？这种念头真让人不舒服，还是别往深处想了。像他那么优秀的人，一定在某个地方过得很好吧？只要在我被官宣为假儿媳之前，不要出现什么意外变量就行。比如他突然活着回来了，那我的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对了，既然你们根本没见过面，你到底是怎么对他产生那种爱慕之情的？甚至在他失踪后，你还这么执着的寻找，看来你的感情真的很深啊。他长得帅啊，就因为这种理由吗？我这人非常看重长相，哪怕只是远远看上一眼，他真的超级帅气，所以我想在他成年礼之前再多了解他一点，就当是庆祝了。既然连首领大人都不知道，那也没办法了，没能帮上你的忙真是遗憾。你刚才不是说也有情报要卖给我吗？没错，能借我用一下笔吗？虽然这份情报非常昂贵，但现在的局势对我不太有利，只能拿它来抵债了。随着笔尖在纸上划过，男人的表情变了。这是这一带的地图吗？没错，你应该知道这是哪里吧？这里是一家隐藏的黑市商店。既然你是搞情报的，应该很清楚这个坐标意味着什么吧？那里运进了大量的炸药，如果不立刻处理，整条街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你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这份情报的报酬我以后再慢慢找你收，至于这束花的钱，我就特别准许你直接从报酬里扣除吧。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他了，他应该会处理好的吧？如果是那个男人的话，一定能解决掉那个麻烦的商店。其实，在计划完成之前，我真的不想过多干涉原著剧情，哪怕只是一点点偏差。这3年来，我明明掌握着所有核心情报，却一直没靠这个去赚大钱，就是因为我太害怕蝴蝶效应了。一旦我卖掉关键信息，导致剧情走向彻底改变，我原本的计划可能就会满盘皆输。所以我只卖了不会影响小说的信息。以前我只卖些无关痛痒的小八卦，比如谁家夫妻要离婚，或者谁家花园里种了稀有玫瑰。但这次的街道火灾是原著小说开篇的重大转折点，一旦干预，剧情的走向肯定会彻底失控。但我真的没法做事，不管看着那么多无辜的人死掉，反正我只是梅乌斯家的契约儿媳，只要我的跑路计划不出差错，剧情怎么变都无所谓吧。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假装流产结束这份契约，我就可以拿着钱远走高飞了。这样不仅能救人，还能减轻原著女主的痛苦，简直是双赢。没错，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明天就出发，目标梅乌斯公爵岭。没有提前预约的话，你是见不到夫人的。哪怕朱迪斯强调这是关于小公爵的急事，管家依旧一脸冷淡。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留下信件，要么申请面见。当然了，夫人可能根本不会看你的信，甚至会直接拒绝你的申请。如果我现在申请，最快什么时候能见到他？管家慢条斯理地翻开记录，给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回答。这个很难给你确切的答复，不过最起码你必须等上3个月左右。你说什么？3个月？朱迪斯整个人都听傻了。等3个月，黄花菜都凉了。看来想冒充救命恩人的人还真不在少数，毕竟这种谎话最难拆穿，只要没被当场抓住，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可朱迪斯心里清楚，自己根本等不了3个月，万一这段时间公爵府弄个假儿媳回来，那一切就全完了。管家试探着问：3个月后再见可以吗？朱迪斯果断拒绝。既然对方想拖时间，他只能甩出最后的底牌。听好了，接下来的话是关于那位小公爵的。朱迪斯不紧不慢地说：小公爵小时候最讨厌石榴，觉得那东西看着恶心，直到10岁那年才开始吃。这番话一出，管家彻底愣住了。这种只有家里人才知道的私密事，眼前的女人怎么会知道？朱迪斯笑着问：要不还是3个月后再来，好证明我才是那个真货。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终于露面了，她开门见山承认听说了石榴的事，但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她说自己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才愿意浪费时间。之前有几百个骗子想进这扇门，而那些撒谎的人下场一个比一个惨。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朱迪斯不仅没被吓住，反而笑得更灿烂了。他说自己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提供小公爵的线索，而是要跟公爵夫人谈一笔交易。这话一出，轮到伊莎贝拉坐不住了，这个女人到底哪来的底气？朱迪斯心里清楚，光靠一个石榴的细节还不足以让公爵夫人彻底信任，他必须抛出更硬的证据。他提议让夫人派人去小公爵卧室的床头撬开那里的砖头，里面藏着一封他小时候写的信。朱迪斯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说等信找到了，咱们再坐下来正经谈谈。伊莎贝拉没有犹豫，立刻摇铃叫来女仆塞拉，让她马上动身去确认，如果真有东西，必须原封不动地带回来。朱迪斯看着这一幕，心里已经有了底。那封信原本会被坏人利用，但现在他将成为自己最有力的筹码。朱迪斯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位传闻中冷酷无情的公爵夫人，现在连杯子都拿不稳了。看来在孩子的事情面前，谁都没法保持冷静。就在这时，女仆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手里真的拿着一个信封，说是刚从墙缝里挖出来的。伊莎贝拉颤抖着拆开信，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愣住了。这确实是他儿子埃基安的字迹，证据确凿，这下他再也没法怀疑了。伊莎贝拉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朱迪斯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的儿子现在究竟在哪里？”伊莎贝拉现在已经彻底顾不上体面了，她抓着那封信，甚至愿意豁出整个家族的力量，只要能再见儿子一面。看着眼前这个近乎疯狂的母亲，朱迪斯心里却有些感触。他想不明白，既然家里有这么牵挂他的亲人，小公爵当初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伊莎贝拉急切地问：“你到底想要什么？只要你开口，我什么都能给你。”朱迪斯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再次强调自己不是来卖情报的，而是要谈一笔交易。他直接戳中了公爵夫人的死穴。我知道你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么压住儿子死亡证明的消息，而我的提案正好能帮你解决这个麻烦。不过朱迪斯并没有急着开价，他让公爵夫人先去查查自己的底细，等2天之后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这招反客为主，彻底掌握了局面。伊莎贝拉最终还是点头了，她答应2天后的早上会和朱迪斯正式见一面。朱迪斯礼貌地道了谢，表现得滴水不漏，直到走出公爵府的大门，他才敢长舒一口气。刚才那阵仗真不是开玩笑的，要不是提前把小说里的细节全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会儿恐怕早就露馅了。不过朱迪斯心里也犯嘀咕，虽然自己看过原著，但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真的是他原本就有的吗？朱迪斯越想越觉得奇怪，自从开始靠卖情报谋生，他发现自己连那些没用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就像有人映射进他脑子里一样。走在街上，到处都能听到路人在议论，说刚才那条小巷差点就被炸飞了，幸好有人提前处理掉了那些炸药。听到这些，朱迪斯总算露出了笑容，虽然不知道以后剧情会怎么变，但至少这波灾难是稳住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这一大早到底跑哪去了。叫住朱迪斯的不是别人，正是戴着面具的男人。他这一站跟堵墙似的，把阳光遮得死死的。朱迪斯甚至产生了一种天黑了的错觉。男人盯着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审视，说他这副样子看起来该去睡觉了，顺便质问他这一大早到底去了哪。朱迪斯知道瞒不住，索性直接摊牌，说自己去了梅乌斯公爵府。听到这个名字，男人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他追问到：“你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朱迪斯笑了笑，本来想说是秘密，但转念一想，反正这位主儿迟早会查出来，不如现在就告诉他。他说自己打算嫁进梅乌斯家族。看着男人愣住的样子，朱迪斯还俏皮地补了一句，说这可是个大情报，今天就当是白送他的。男人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扶着额头反复确认，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嫁过去。朱迪斯笑着点了点头，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没错，你一点都没听错。”男人听完人都傻了，他赶紧帮朱迪斯算账，说公爵家的小少爷才8岁，真要嫁过去那可是犯法的，而且公爵夫妇感情那么好，公爵本人也不可能乱来。朱迪斯笑着摆了摆手，说自己要嫁的是那位失踪的小公爵埃吉安梅乌斯。这下男人彻底装不下去了，他脱口而出说那个男人现在生死不明，人都找不着，你拿什么去嫁？朱迪斯听完笑得更开心了，他盯着男人说：“你刚才不是还装作不认识他吗？怎么现在连人家失踪的事都记得这么清楚？”他让男人就在旁边看着，别管他要怎么做，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直觉还从来没错过。说起这个朱迪斯，从小到大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他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一眼看穿别人的年纪，甚至掌握着各种精准的情报，却没人知道他的消息是从哪来的。本以为成年之后他能稳重一点，结果倒好，他变得比以前更离谱了。之前他说自己喜欢埃基安，大家也就当个笑话听听，毕竟他连人家的面都没见过。可现在他竟然当众宣布要嫁给那个男人，要知道埃基安马上就要被官方宣告死亡了，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去当个寡妇，这女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男人越想越觉得这是离谱，嫁给一个根本不在场的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操作。他觉得朱迪斯肯定有隐情，虽然他平时看着不着调，但绝对不是那种会去搞诈骗的人。更何况梅乌斯家族可不是软柿子，谁敢去他们头上动土？可如果不是为了骗钱，那这件事就更说不通了。非要嫁给那个小公爵，到底图什么？这门婚事背后肯定还藏着更大的秘密。这下有意思了，
男人直接摘掉了伪装，你到底打算怎么嫁给我？原来她就是那个传闻中已经失踪，甚至快被宣告死亡的小公爵埃基安。在梅乌斯家族眼里，我才是那个小公爵，可真正的继承人明明应该是卡尔。为了不挡他的路，我还没成年就彻底离开了家。只要我还在那里，没人会改变那个决定。我费尽心思抹掉了关于过去的一切，成了情报局的主人。本以为能一直这样生活，可5年都过去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还要让我去结婚？说他喜欢我，这简直太荒谬了。母亲平时几乎不社交，接触的也全是顶级贵族，怎么可能认识那个负债累累的男爵夫人？刚才被他吓了一跳，正事还没说就走了。本来是想帮他把那些私人贷款还清，毕竟他救了整条巷子的人，这笔账总得算清楚才行。现在直接折返回去，确实有点尴尬。而且这个时间他应该还在上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事都透着不合理。他明明是这帝都里最忙碌的人之一，每天连轴转，却从来没听他抱怨过。换作是普通人，恐怕早就崩溃了。可他却永远那么积极，那些棘手的难题在他手里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虽然确实很爱钱，但也有自己的理由，绝对不是那种会到处招摇撞骗的人。看来还是得把他叫过来面谈，把没办完的事处理掉，顺便再聊聊那个荒谬至极的结婚计划。第一节课是9点，现在出来确实早了点，早知道就该先吃个早饭再出门。朱迪斯，艾兰男爵夫人早上好，我们来自公爵府，奉夫人的命令特意过来接您过去。夫人还专门交代过，一定要用接待贵宾的礼数来请您。等一下，我今天还有好几场补习，得先去发个取消通知，这就不必麻烦了。公爵府已经替您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真不愧是公爵府，办事效率快到让人根本没法拒绝。既然这样，那我现在就跟你们走。能在1天之内查清我的底细，甚至清空我的日程，梅乌斯家族的实力确实非同寻常。可奇怪的是，拥有这种权势的家族，竟然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失踪的儿子。梅乌斯家的人天生就有一头金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显眼的存在。虽然可以靠染发遮掩，但那东西价格昂贵，根本不适合长期躲藏的人使用。难道说他其实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是说他当时身患绝症，为了不让家人看着他受苦，才选择离家出走，一个人躲起来等死？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抛弃财富、名望，还有深爱他的家人。请上车吧，艾兰男爵夫人。谢谢。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没什么好退缩的了。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我实在等不到明天，所以直接派人把你接了过来，顺便告诉你一声，关于你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全部做完了。男爵夫人，你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冒犯吗？完全不会，毕竟昨天是我先不请自来，打扰了公爵府。没错，你昨天才刚来过，可为什么明明只过了1天，我却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漫长呢？我这人没什么耐心，直接进入正题吧。你所谓的提议到底是什么？小公爵失踪，马上就要满5年了，按照帝国的法律必须正式申报死亡，但我敢肯定公爵大人和您正想尽一切办法要拖延这个期限，所以你是想说你有办法帮我们延后申报的时间？不，我不是要提供方法，而是已经看穿了你们原本的计划。你们是打算宣布有个女人怀了小公爵的孩子吧？只要声称在那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感受到了家族的气息，血脉就会被确认，这样你们就有理由名正言顺地推迟死亡申报，毕竟死人是不可能有后代的。你说的没错，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家主本人能辨认梅乌斯的血脉，只要我丈夫亲口承认那个孩子，就没人敢质疑血脉的真实性。不过你应该也清楚，这种拙劣的表演顶多只能维持短短几个月而已，难道你就不能至少告诉那个孩子，梅乌斯家族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吗？恕我直言，公爵夫人，小公爵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无论您用什么手段，他都不可能再出现在这里。如果您执意要执行那个计划，那么我想成为那个契约儿媳。你说什么？由我来假装怀上了小公爵的孩子，然后在几个月后再由我亲口宣布孩子流产了，这就是我为您提供的提议。艾兰男爵夫人，这不是一件我能随口答应你的事。你要明白，无论这段契约持续的时间有多短，你曾被离婚的事实都会永远留在记录里，甚至连怀孕和流产也会被当作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被所有人记住。这一切都会成为你名誉上无法抹去的巨大污点。你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去承受这些代价了吗？你应该在调查报告里早就看过了吧？我父亲留下的债务多到就算我活上100辈子也根本还不清。现在的我既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去填补那个无底洞。所谓的贵族尊严或者是名誉，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奢侈的东西。你担心的那些代价对我而言根本毫无意义，比起那些虚无的幻象，能活过明天才是我现在唯一关心的事。真没想到在经历了这么多变故之后，她竟然还能表现得如此冷静。这个女人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年纪轻轻却总是能做出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所以你的意思是，她根本就没有去旅行，甚至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连失踪记录都没有吗？没错，公爵夫人。而且这个女人的行踪在过去几年里简直干净的有些过头了，唯一反常的地方就是她经常会出入当地的情报局。不过根据目前的调查，她似乎只是在卖一些当家庭教师时听到的琐碎消息。她关于埃基安的情报也是从那个地方打听到的吗？就算真的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情报商人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封藏在衣柜深处的信？这绝不可能，这里可是梅乌斯府邸，他到底是从哪里看穿了这一切？他甚至知道我正打算延迟上报死亡报告，这绝对不是靠运气就能猜中的事。他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这些情报？
我有一个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根本就没有去旅行，甚至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连失踪记录都没有吗？我从小时候开始梦见的事情，就经常会变成现实。这一次，我只是刚好梦到了小公爵和您而已。那埃吉安现在到底在哪里？除了我已经告诉您的那些，其他的我一概不知。他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反而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预知梦吗？听起来确实很荒唐，但我现在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先相信你了。谢谢您的信任，公爵夫人。不过，艾兰男爵夫人，你难道完全不懂得该如何去谈生意吗？如果你真的想让这场交易达成，你刚才就不该直接告诉我，埃吉安再也回不来了。你应该撒个谎，说他过几个月就会回来，或者干脆从头到尾都闭紧嘴巴，把这种最糟糕的真相直接摆在桌面上。你就不怕我会因为绝望而彻底毁掉我们之间的合作吗？明明是你先开口求我帮忙，为什么还要说出他再也回不来这种话？对于一个连自尊都顾不上的女人，这种痛苦的诚实真的有必要吗？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如果有人在交易达成前就主动暴露对自己不利的弱点，那这背后一定藏着某种特殊的原因。男爵夫人，告诉我，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你这么做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没错，作为贵族的朱迪斯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人的底线。你应该早就调查清楚了。我现在确实非常缺钱，但我绝不会通过欺骗和操纵别人来获取它，尤其是在利用别人对家人的渴望这件事上。我再说最后一次，这么做只会抹黑公爵家，不仅换不回小公爵，还会让你白白浪费掉这一大笔钱。如果你能接受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那就请让我以契约儿媳的身份留在这里，我会履行好我该承担的职责，绝不会给公爵家带来任何麻烦。既然这件事本来就在计划之中，那么把这个任务交给眼前的这孩子，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正式达成这笔交易。既然时间紧迫，那就把结婚登记也一并办了吧。公爵明天就要回来了，在提交申请之前，我们最后再确认一次。没问题，夫人，你要时刻记住，这只是一场交易，公爵家的内部事务你绝对不能插手，那是自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还有最后一点，一旦埃基安平安归来，你们必须立刻离婚。我希望那孩子将来能和真正爱的人步入婚姻殿堂。你能接受这个条件吗？请不必担心，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干干净净的离开公爵府。作为定金，我会先帮你还清所有的债务。等合同顺利结束，我还会再支付你同样数额的报酬。什么？不仅帮我还债，还要再给一份？朱迪斯整个人都懵了，满脑子都是金币掉落的声音。毕竟耽误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前程，如果不给够补偿，那也太不像话了。你先稍等一下，我现在就让人去准备。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去叫辆马车？不用那么麻烦，我会直接给你一张盖有公爵家印章的支票。天哪！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朱迪斯用力掐着脸，生怕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看着他这副样子，伊莎贝拉反而笑了。这才是你这个年纪该有的表情。公爵夫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看着眼前激动到语无伦次的孩子，伊莎贝拉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办好您交代的事。朱迪斯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伊莎贝拉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有些生硬地转过头去，故意拉开了距离。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你最好别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之所以给你这些，绝对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你，朱迪斯小姐。即便您这么说，我还是很感谢您。朱迪斯灿烂的笑容让空气都变得轻快了不少。伊莎贝拉沉默了，这种直球式的感激显然超出了她的应对范畴。恭喜你，艾兰男爵，所有的债务都已经结清了。真的吗？我真的把那些钱全都还完了吗？朱迪斯看着眼前的收据，那种不真实感让他整个人都在飘。虽然我们是放高利贷的，但也不会多收已经还清的钱。不过，如果你下次还要借钱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开什么玩笑，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借钱了。商人看着朱迪斯的背影，忍不住发出了感叹。保罗那个赌徒竟然能有这么靠谱的女儿，不仅没有跑路，甚至连本金都还清了，这简直是个奇迹。你是做了什么发大财的生意吗？如果有好项目，我倒是很愿意投资。他凑到朱迪斯身边，语气里充满了试探和好奇。无论你有多讨厌父母，在某些地方你们终究还是很像。你在胡说什么呢？朱迪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他只想彻底甩掉过去那个沉重的阴影。其实他说的没错，我也在赌博，只不过我押上的赌注是自己的整个人生。朱迪斯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告别了那个阴暗潮湿的过去。当他推开大门，站在灿烂的阳光下，积压在胸口多年的闷气终于彻底消散了。哈！这一刻，他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我终于自由了，那些曾经以为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那些像枷锁一样困住我的阴影，从现在开始再也无法阻挡我了。原本以为这笔沉重的债务会束缚我一辈子，真没想到竟然能这么快就重获自由。这一切都要多亏了公爵夫人的慷慨。看着漫天飞舞的钞票，朱迪斯心里很清楚，这份报酬实在是太丰厚了。既然拿了这么多钱，我就必须表现得更出色才行。如果说我现在能为公爵家做点什么的话，首要任务就是解决那个麻烦。朱迪斯的脑海中浮现出卡尔那张忧郁的脸。不过我手头掌握的情报还是太少了，看来在正式行动前，我必须先去一趟情报工会才行。差点忘了，他今天确实叫我过去一趟，这时间倒是凑得刚刚好。朱迪斯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既然都要见面，不如顺便找他帮个忙。当他推开书房大门，埃基安正坐在沙发上，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你一大早就去了公爵大人的府邸，
难道一直待到现在吗？朱迪斯优雅地坐下，语气平淡的就像在谈论天气。啊，没错，顺便还去把结婚登记给办了。什么？你刚才说登记？埃吉安整个人都愣住了。反正这消息迟早会传遍全城，不如我先告诉你吧。朱迪斯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公爵家马上就要宣布我怀了小公爵的孩子。”什么？这怎么可能？埃吉安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混乱，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登记，怀孕，怎么会这样？这完全不合逻辑啊！”朱迪斯看着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忍不住吐槽：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被吓成这副德行。明明我之前都已经给过暗示了。看着埃吉安还在那儿碎碎念，朱迪斯突然起了坏心思，他故意凑近了些，笑眯眯地盯着他。我说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埃吉安猛地一僵，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你该不会是躲在面具后面偷偷暗恋我吧？朱迪斯的话像刀子一样精准，甚至怀疑他利用情报工会首领的权力在暗中监视自己。埃吉安急得直跳脚，大声反驳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可朱迪斯根本不打算放过他，既然对我没兴趣，那你刚才听到我结婚干嘛吓成那样？埃吉安强撑着解释，换作是谁听到你要嫁给埃吉安，都会觉得离谱好吗？更别提怀孕这种荒唐的谎言了。朱迪斯听完嘴角微微上扬，反手就是一个将军。你又不是小公爵本人，怎么就知道我是在撒谎呢？埃吉安这下彻底被问住了，他急得脱口而出：那是因为我就是。话还没说完，他猛地停住了，差点就把那个惊天大秘密给捅出来了。埃吉安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用逻辑反击：朱迪斯，你成年还没到1周时间吧？这种时候说怀孕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朱迪斯一拍大腿，好像才反应过来：哎呀，你说的对，现在的年轻人确实都挺大胆的。不过我一直活得很努力，谢谢你的提醒。埃吉安一脸黑线，所以这果然是谎言吧？朱迪斯俏皮的眨眨眼，小声叮嘱他要保密，至少你没被冒牌货骗到，毕竟谁敢冒充那位埃吉安小公爵呢？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今天约你见面？感谢我？玩笑过后，埃吉安的神情突然变得无比郑重。朱迪斯，谢谢你，因为你的出现，我和我的下属们才能在这条街上活下来。朱迪斯倒也大方，把功劳分了一半出去，也是因为你信任我才会有现在的局面。不过既然你这么感激，那接下来的麻烦事，比如那些调查和报复，就全交给你处理了。埃吉安看着他，语气坚定的不容拒绝。即便如此，我也必须亲手报答这份救命之恩。朱迪斯悠闲的喝着茶，心里还在盘算这家伙打算花多少钱来买他这条命。要是给的不够多，换成情报好像也不错。就在这时，埃吉安突然开口了，语气里满是自信：我要帮你还清所有的债务。他甚至还体贴的补充：你完全不用觉得有负担，毕竟这点钱根本抵不上你的救命之恩。朱迪斯听完，慢悠悠的放下茶杯，无奈的叹了口气：那个我早就已经还清了。埃吉安整个人当场僵在了原地，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已经还完了？朱迪斯语出惊人：我不光把债还了，用的还是公爵家的钱。埃吉安反应极快，瞬间理清了这背后的疯狂逻辑。你先是登记结婚，接着宣布怀孕，然后从公爵家拿走了一大笔补偿金，这一切都是为了拖延埃吉安的死亡宣告吧？朱迪斯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不愧是搞情报的，反应就是快，难怪你的新工会能有这么多现金流。可埃吉安却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严肃地提醒朱迪斯，这种谎言根本撑不了多久，你迟早要面对生不出孩子的那一天，到时候你打算怎么收场？朱迪斯侧过头，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聊明天的天气。到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不幸流产的可怜人。放心吧，在做决定之前，我早就把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了。朱迪斯忍不住调侃，要是早知道你是个深藏不露的大金主，我当初可能就换个计划了。不过现在已经没法回头了，你只要守好这个秘密，就算是对我的报答。埃吉安郑重地点头，只要是你开口，任何要求我都会全力以赴。朱迪斯也不客气，当场就提出了第一个请求，我需要关于梅乌斯公爵家的情报。这下轮到埃吉安犯难了，他在公爵府内部竟然没有任何眼线。他试探着建议，既然你马上就要住进去了，不如到时候自己查。朱迪斯却摇了摇头，我只是个契约妻子，本质上就是个外人，动作太大只会毁掉一切。埃吉安听出了他话里的危险，干脆提出了一个更疯狂的方案，不如直接毁约吧。如果对方要违约金，我可以用命去抵。朱迪斯却很清醒，公爵家绝不会放过一个知道秘密的外人，而且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做。埃吉安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变得异常严肃，除了钱，难道还有别的理由让你飞进那个火坑不可吗？面对埃吉安的质问，朱迪斯终于坦白了，没错，钱确实不是唯一的理由，有些事情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就绝对没办法当作没看见。如果任由现在的局面发展下去，那个年幼的继承人卡尔很快就会陷入致命的危险。既然成了公爵家的假儿媳，朱迪斯很清楚自己必须完成一个任务，那就是保住这个家的二少爷卡尔。原本他只是个天真的孩子，可随着家里接连出事，公爵夫妇也撒手人寰，卡尔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竟然有人动了歪心思，趁虚而入，盯上了他。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谁能想到，那个在原著里扮演假儿媳的，竟然是家里的女仆塞拉。她表面上是在照顾卡尔，其实背地里全是手段。趁着公爵夫妇不知情，塞拉利用卡尔的年幼无知，变着法地折磨他。这种事到现在恐怕都没停止。这下麻烦了，朱迪斯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盟友，而塞拉在这里根深蒂固，只要自己稍微露点破绽，恐怕还没救出卡尔，就会先被对方彻底除掉。朱迪斯心里很清楚，现在
绝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消息传到塞拉耳朵里，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他本想就此打住，可对面的埃吉安却坐不住了。他盯着朱迪斯问：“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朱迪斯索性直接摊牌。他说：“这情报不卖钱，他只要一个能真心帮忙的盟友。”没想到埃吉安回答的干脆利落，他说：“这个忙他帮定了。”这下局势彻底变了。朱迪斯终于等到了最强的帮手。朱迪斯这招欲擒故纵玩的真绝，他故意叹了口气说：“既然你对公爵家一窍不通，那看来这合作是谈不成了。”埃吉安一听这话，急得直接摊牌，大声强调自己其实了解得很。那你之前为什么要骗我？朱迪斯趁热打铁，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说自己连怀孕这种私密事都交代了，结果换来的却是欺骗。埃吉安彻底被拿捏住了，他现在不仅要帮忙，恐怕还得觉得欠了朱迪斯一个天大的人情。埃吉安还想拿职业操守当挡箭牌，说就算面对客户，有些秘密也绝对不能开口。朱迪斯可不吃这一套，他直接开启道德绑架模式，说原来救命恩人的面子也不好使，甚至还当众拆穿他在撒谎。埃吉安这下彻底乱了阵脚，他一边解释自己真的没有线人，一边又被朱迪斯抓住了逻辑漏洞。既然没线人，那你刚才说的了如指掌又是哪来的？埃吉安只能苦笑着摇头，承认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失态过。朱迪斯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他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挤兑，说既然谎话都被戳穿了，总得拿点有用的干货出来补偿一下吧。面对朱迪斯的步步紧逼，埃吉安坐在对面半天没吭声，他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像是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一条通往公爵府的秘密通道。”谁能想到埃吉安手里竟然握着这种大杀器，他多年前就搞到了公爵府的秘密地图，里面的通道几乎能通向任何房间。朱迪斯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可是破局的关键，只要能潜入卡尔的房间，就能查清他和那个塞拉到底在搞什么鬼。他急忙追问复刻地图要多久，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份情报拿到手。可没想到埃吉安却在这时候忽然变了脸，他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东西可不能白白送给你。”朱迪斯当场就愣住了。埃吉安直言不讳说：“公爵府里简直就是个迷魂阵，就算手里拿着地图，也难保不会迷路或者被守卫抓个正着。”朱迪斯这下犯了难，既然地图都不保险，那这任务还怎么做下去？没想到埃吉安话锋一转，竟然主动提出要亲自带路，有这位工会会长亲自出马。朱迪斯心里瞬间有了底，他赶紧追问接下来的具体打算。埃吉安扶了扶面具，语气冷静地定下了第一步，先去现场蹲点监视。埃吉安这人真是雷厉风行，刚定下计划，他站起身就要立刻动身，这说走就走的架势，反而把朱迪斯给整不会了。面对朱迪斯的迟疑，埃吉安反倒占了理，既然孩子命在旦夕，那每一秒钟都耽误不起。朱迪斯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快步跟了上去。他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本以为他是个冷血的生意人，没想到一听孩子有难，他比谁都要焦急。难道这个戴面具的家伙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软肋？随着地板吱呀一声，谁能想到这间破烂不堪的小木屋底下竟然真的别有洞天。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秘密通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直通公爵府的绝密路径竟然就藏在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两人顺着台阶一路向下，朱迪斯心里越想越觉得奇怪，这种连公爵本人都未必知道的情报，埃吉安到底是怎么搞到手的？面对朱迪斯的追问，埃吉安却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说是偶然发现的。他特意叮嘱朱迪斯，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公爵夫妇知道。朱迪斯一边走一边吐槽，说堂堂公爵府的安保竟然烂得像个筛子，外人随便进出都没人管。埃吉安赶紧自证清白，发誓这条密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可朱迪斯根本不信，既然是秘密，那总得有个走漏风声的人吧。面对朱迪斯的步步紧逼，埃吉安语气平静地抛出了重磅炸弹，说那个告诉他秘密的人早就已经没命了。朱迪斯还没从这死无对证的震惊中缓过来，埃吉安就指了指前方，真正的通道从这里开始。看着眼前这深不见底的密道，朱迪斯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埃吉安说地图根本没用，这地方简直就是个迷魂阵，到处都透着一股阴森劲儿。就在朱迪斯心里打鼓的时候，埃吉安冷不丁地说了句失礼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冰冷的手套就紧紧握住了他。埃吉安语气严肃地叮嘱，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否则在这鬼地方一旦走丢了就再也出不去。朱迪斯乖巧地点了点头，任由他牵着往前走。他转过头盯着朱迪斯问，他真的不在意在档案上留下结婚记录吗？一旦档案上留下聊结婚记录，他以后想再嫁个体面的贵族恐怕就难如登天了。可朱迪斯却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还自嘲说他从来就没学过什么贵族荣誉，这种虚名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他的父亲从未教过他什么是责任，母亲也对他这个女儿撒手不管。虽然两人名义上都是贵族，但那段婚姻早就烂透了。在这种冷冰冰的环境里长大，朱迪斯早就看透了，所谓的贵族婚姻不过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交易。在朱迪斯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常年不着家的人，而母亲和家里仆人的关系反而比跟父亲还要亲近。最后母亲甚至为了那个男人彻底抛弃一切私奔了。看着母亲跟人跑了，年幼的朱迪斯并没有多少恨意，他只是在想，如果母亲从一开始就有勇气嫁给那个真正爱的人，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毕竟在那个男人身边，母亲脸上的笑容是朱迪斯从未见过的灿烂。
朱迪斯语气平静地说：“她其实一点都不在乎未来的丈夫是不是贵族，哪怕是个踏实肯干的平头百姓，她也能接受。”埃吉安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忍不住反问了一句：“你真的能接受平民吗？”朱迪斯苦笑着回答：“只要不嫁给像他父亲那样的贵族，哪怕是去当个普通人，也比现在要强100倍。他甚至恨不得马上断绝父女关系，这样至少不用再替那个男人去背负那些还不完的烂摊子。”说到这，朱迪斯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说：“未来的丈夫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埃吉安下意识地握紧了他的手，低声追问：“到底是什么条件？”朱迪斯一脸认真地宣布，他对未来丈夫唯一的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得长得帅。埃吉安听完简直哭笑不得，忍不住吐槽他在看脸这件事上还真是始终如一。朱迪斯倒也理直气壮，谁还没点不能妥协的坚持呢？就在这时，密道的尽头终于出现了一道光。埃吉安低声提醒，出口就在卡尔卧室的衣柜里，待会儿千万别吭声。两人小心翼翼地推开暗门，一头扎进了狭窄的衣柜，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衣服，空间小得让人转不开身。他们就这样挤成一团，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要稍微出一点声响，这趟潜入计划就彻底泡汤了。埃吉安压低声音提醒，从这个门缝看过去，刚好能看清房间里的情况。朱迪斯顺着他的指引看去，视野确实很完美，可看着看着，他的注意力就彻底跑偏了。离得这么近，他才发现埃吉安的身材简直好得让人没法专心。以前他满脑子只有还债，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学习，还要制定各种还款计划，根本没心思去想别的。加上埃吉安总是戴着面具，甚至还用了魔法变声，他把自己藏得太深了，深到他完全记不清他原本的声音是什么样。而且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甚至还没到成年岁数，在他眼里他只是个大师，从来没把他当成异性看待，所以他真的压根没想过，仅仅是这种程度的接触，竟然会让他乱了阵脚。这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正顺着指尖传遍全身。现在的埃吉安真的太危险了，这种距离真的太近了。朱迪斯甚至能感觉到埃吉安那结实的体格正严严实实的压过来，面具下的呼吸声仿佛就在耳边起伏。埃吉安突然凑近问道：“在这个位置能看清吗？”朱迪斯只能尴尬的回应，说自己看得非常清楚，还劝他先出去休息，毕竟这里实在太挤了。没想到埃吉安一眼看穿，问他是不是因为不舒服才急着想把自己赶走。朱迪斯见瞒不下去，干脆承认被他识破了。他一边试图拉开距离，一边辩解说自己体型小，就算再急也能腾出空间。结果这番乱动反而让气氛变得更乱。埃吉安直接按住他，让他别再到处乱晃，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说现在觉得不舒服的可不止有他一个人。这种狭窄空间的对峙，朱迪斯忍不住吐槽说埃吉安这体格在柜子里根本动弹不得。结果埃吉安直接反击，让他赶紧停止乱动，毕竟两人现在的姿势跟直接抱在一起没区别，再这么蹭下去，场面可就真控制不住了。朱迪斯还想让他往旁边挪，没想到埃吉安突然变脸，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朱迪斯根本不适合当搭档。面对朱迪斯的疑惑，埃吉安终于说了真心话，只要跟他待在一起，自己就会彻底失去冷静，甚至变得像个小孩一样幼稚。朱迪斯听完直接笑出声，调侃他竟然还有自知之明，还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自己本来就刚成年，幼稚一点也是理所应当。既然话都说开了，两人决定暂时休战，毕竟今天潜伏在这里是为了观察小少爷卡尔。看哲卡尔抱着小熊安安静静看书的样子，朱迪斯忍不住感叹这孩子简直太可爱了，这种阳光治愈的颜值怎么看都是男主标配。谁能想到在未来他会变成那个性格扭曲甚至疯狂欺负女主的反派。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女仆塞拉请求进屋的声音，卡尔乖巧地让她进来，语气里透着十足的信任。躲在暗处的朱迪斯终于等到了这个女人，他死死盯着塞拉的一举一动，因为朱迪斯心里清楚，把卡尔从阳光少年一步步推向深渊的根源就是这个看似温顺的女仆。塞拉从小就很清楚自己长得漂亮又聪明，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她打心底里觉得自己跟其他女仆不一样。她觉得这种伺候人的活根本配不上她的身份，她真正该待的地方应该是埃吉安的身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躲在暗处观察了很久。虽然埃吉安偶尔会送他一些书本或者羽毛笔，但塞拉心里比谁都清醒，他知道这些小恩小惠跟男女之间的爱慕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所以他从来不敢越界，甚至刻意保持着距离，因为他有一种直觉，一旦自己表现得太贪心，或者流露出过多的依恋，公爵会毫不犹豫地像扔垃圾一样把他踢开。这种极致的清醒和忍耐，才是这个女人最让人感到后怕的地方。随着卡尔的出生，埃吉安对这个弟弟简直疼到了骨子里，而这一切都被塞拉敏锐地看在了眼里。他开始加倍照顾卡尔，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能牢牢抓住卡尔，就能顺理成章地离埃吉安更进一步。卡尔从小就是个天才，而塞拉总能轻松回答那些连老师都头疼的难题，这让卡尔对他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感。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三个人相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塞拉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摆脱卑微的身份，成为公爵夫人的那天。可就在他觉得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埃吉安却突然失踪了。这个消息对塞拉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所有的野心和期待都在瞬间化为乌有。看着眼前这个只会哭着找哥哥的卡尔，塞拉心里最后的一点耐心也彻底消失了。既然埃吉安已经不在了，那这个曾经的筹码现在只剩下一个用处，
既然当不成公爵夫人，塞拉决定亲手毁掉这个让她梦碎的地方。而她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那个对她100%信任的卡尔。她要用最残忍的方式，利用这份纯真的羁绊，把公爵领彻底拖入地狱。可笑的是，在外界眼里，塞拉却是个完美的化身。埃基安甚至还在安慰朱迪斯，说那个女仆人品正直，从小就陪在卡尔身边，连失踪的埃基安都很信任她。听到这些所谓的赞美，朱迪斯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被塞拉的演技给骗了。塞拉正温柔地抚摸着卡尔那头金色的短发，嘴里却说着最恶毒的话。他故意压低声音恐吓卡尔：如果夫人知道你这么做，她一定会非常生气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才是塞拉最擅长的武器。塞拉看着眼前的卡尔，语气里充满了恶意。他说：你现在这么悠闲，还抱着玩偶在这里看书，难道就不怕别人误会吗？他故意凑到卡尔耳边说：如果夫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觉得你很高兴，因为哥哥埃基安失踪了，你才能顺理成章地坐上继承人的位置。这种杀人诛心的指控让卡尔彻底崩溃，他大声反驳那是胡说，他每天都在祈祷，希望哥哥能早点回来。卡尔急切地辩解着，说自己绝对没有那种卑鄙的想法。塞拉却顺着他的话抛出了更致命的陷阱。他说自己当然相信，但夫人会怎么想，甚至连失踪的埃基安恐怕也会产生误会。塞拉故意凑近卡尔，语气温柔却冰冷。他说：如果哥哥知道你一个人也过得很好，或许他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了。这种恶毒的心理暗示让卡尔彻底陷入崩溃，他大声尖叫着反抗，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之所以拼命看书，是因为哥哥曾经要求过要在10岁前读完这些，他只是想等哥哥回来能亲口夸奖他一次。他故意压低声音诱导，说想让哥哥早点回来，就要用点不一样的办法。他开始打听卡尔的体重，甚至带着责备的语气问：你最近是不是吃得太好了？卡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母亲一直在盯着他，如果自己剩下太多食物，母亲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塞拉听完却冷笑一声，他说：如果夫人看到你现在长得这么快，失踪的哥哥该有多难过？哥哥一定会觉得就算没有他在身边，弟弟也照样吃得好长的壮，根本一点都不想念他。这种扭曲的逻辑让卡尔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他既不想让母亲难过，更害怕被哥哥误会。塞拉紧紧握住卡尔的手，提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计划。他让卡尔饭后去后房间，说自己会帮他把食物吐出来。他说只有当你变得消瘦，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他才会明白你的苦心。卡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他甚至觉得塞拉太聪明了，这样既能瞒过母亲，又能向哥哥证明清白。他天真的抱住塞拉，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只有你才会说这些真心话。卡尔甚至在心里发誓，无论塞拉以后说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的相信。朱迪斯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女仆竟然恶毒到对一个孩子下这种狠手。虽然庆幸撞破了真相，可一想到要丢下卡尔，他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身边的埃基安显然已经忍到了极限，他周身散发着寒意，恨不得立刻冲出去亲手解决掉那个女人。他低声询问朱迪斯，能不能一个人先回去，他现在就要让塞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朱迪斯见状赶紧拦住他，死死按住他的手，让他千万要保持冷静。现在冲出去不仅救不了人，还会让一切前功尽弃。毕竟在卡尔心里，塞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会想办法处理的，这正是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塞拉突然停下动作，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似乎有什么不属于这里的动静。他狐疑地看向身边的卡尔，询问他是不是带了别人进来。卡尔被问得一头雾水，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塞拉显然没有被说服，他带着满心的怀疑，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搜寻。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躲在暗处的朱迪斯整个人彻底僵在了原地，他死死盯着那个逼近的身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塞拉最终停在了衣柜前，他确信刚才那阵动静就是从这个位置传出来的，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伸手拽开了柜门。他开始在衣柜里疯狂翻找，难道刚才真的听到了动静？卡尔被这动静吓了一跳，忍不住问塞拉到底怎么了，可他瞬间换上一副笑脸，轻描淡写的说什么也没发生。塞拉把动静当成了漏水，总算是转身离开了。埃基安这才松了一口气，庆幸刚才没有被当场抓获，可他并没有立刻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些，提议再这样多待一会儿。朱迪斯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能结结巴巴的应和着。虽然多亏他才躲过一劫，但这种过分亲密的距离真的让人有些招架不住了。埃基安主动开口道歉，承认刚才确实有些失控。那个叫塞拉的女仆演技精湛到骗过了所有人。他紧接着追问朱迪斯，接下来到底打算怎么办？毕竟他冒着风险潜入这里，就是因为放心不下卡尔吧？朱迪斯显然没料到这个冷冰冰的男人竟然能一眼看穿他的心思，他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调侃主人今天话真多，原来他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埃基安被说得有些局促，只能冷着脸让他赶紧闭嘴。埃基安突然皱起眉头，抱怨他刚才笑的时候呼吸全都喷在了他脖子上。朱迪斯觉得他太不解风情，自己明明只是笑了一下，甚至还特意清理过口气，可埃基安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他直呼朱迪斯的名字，断定他根本就没有怀孕。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当面嘲讽，说他对男人简直一无所知。朱迪斯这下彻底愣住了，下意识追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原本完美的伪装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瞬间碎成了渣。埃基安终于拉开了距离，冷静地询问朱迪斯接下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朱迪斯却表现得很从容，
直言今天的目标已经达成，因为能救卡尔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埃吉安显然有些没听懂，如果不靠他们两个，还有谁能把孩子带出火坑？朱迪斯给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他说当孩子身处险境时，唯一能真正拯救他的只有他的亲生父母。第二天清晨，一封来自公爵夫人的信打破了原本的宁静。伊莎贝拉在信里说，公爵大人下午就会抵达，所以想邀请朱迪斯共进午餐。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茶会，夫人还打算趁这个机会正式把他介绍给小少爷卡尔，毕竟在名义上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了。朱迪斯看完信后，立刻决定回屋写封信，让随从在门外稍作等待。虽然只是一场午餐邀请，但他心里很清楚，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开始。朱迪斯还没开口，埃基安就猜到了信的内容。既然公爵大人今天要回来，夫人肯定会安排一场见面礼。朱迪斯被他的敏锐吓了一跳，眼看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他催促埃基安赶紧离开，别一大早就赖在自己房间。埃基安却表现得很有兴致，直言虽然自己很忙，但更想看看他打算怎么收场。就在朱迪斯埋头写信时，埃基安突然放低了声音，说自己其实也有个弟弟，年纪和卡尔差不多大，所以看到那个孩子受苦，他没办法完全置身事外。这番话让朱迪斯停下了笔，他一直以为这个男人是个没血没泪的独行侠，根本不会有家人这种牵绊。埃基安听完一脸无奈，觉得这种评价简直比直接咒骂他还要狠。朱迪斯随口打听起后花园是否也藏着密道。埃基安放下茶杯直言，室外并没有那种捷径，但他完全有能力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潜伏进去。还没等朱迪斯反应过来，埃基安就抛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念头。他说自己昨晚想过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潜入后花园，亲手除掉那个碍事的女仆。埃基安接着补充道，这件事他会独自去完成，绝不会让朱迪斯插手，因为一旦两人同时行动，暴露的风险就会翻倍，到时候谁也别想全身而退。埃基安放下茶杯，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的杀意。他觉得如果不除掉那个女仆，卡尔迟早会丢掉性命。在他这种人的逻辑里，敢对孩子下手的恶人根本没有活着的必要。朱迪斯却猛地打断了他，直言这种极端的手段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很清楚埃基安的行事风格，但现在卡尔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死掉的女仆，而是看清塞拉虚伪的真面目。如果塞拉在真相大白前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掉，卡尔不仅不会得到解脱，反而会永远记住他的好。死人是没法开口辩解的，这会让塞拉在孩子心里变成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到时候卡尔非但不会清醒，甚至可能带着塞拉的谎言，痛苦的度过余生。这番话让埃基安陷入了沉默，看着茶杯里映出的虚伪笑脸，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刀剑斩不断的。朱迪斯的话还没说完，他说人一旦死掉，生前留下的那些话反而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这种像诅咒一样的怀念会彻底锁死卡尔的人生。埃基安听后沉默了很久，他终于承认朱迪斯是对的，甚至为自己刚才的失控感到有些懊悔。他直言自己刚才太冲动，在朱迪斯面前展现出了最丑陋的一面。朱迪斯却并没有介意，反而轻声安慰他，遇到这种让人火大的事，会生气才是正常的反应。看着眼前这个会烦恼会失态的男人，朱迪斯心里泛起一丝异样。虽然两人已经认识多年，但中间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距离感。可现在他突然觉得，这个高高在上的男人似乎变得好相处了许多，更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朱迪斯忍不住回想起两人在密道里的那次接触，那种近在咫尺的距离确实让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在他还在失神的时候，埃基安突然叫了他的名字，语气比平时都要郑重。他当场给出了一个承诺，无论朱迪斯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他都会无条件遵从他的意志。这种突如其来的绝对忠诚让朱迪斯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只能愣愣的先答应下来。可埃基安显然话里有话，他紧接着强调，朱迪斯必须真正理解他这番表态背后的深意。看着男人那副认真的样子，朱迪斯却彻底听糊涂了。埃基安终于交了底，他说自己以前谁都不信，所以习惯了独来独往，但这次他决定退后一步，彻底放手，让朱迪斯去折腾。无论他想怎么做，他都会在后方全力支持。朱迪斯听了忍不住想笑，反问他如果不放手的话，难道还打算随时冲出来强行干涉他的计划吗？可埃基安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变得不一样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朱迪斯，坦言这就是信任，而且不仅仅是理智上的判断，连情感也一并交付了。朱迪斯虽然嘴上吐槽说两人都合作3年了，现在才谈信任是不是太晚了，但埃基安并没有退缩，他只是平静地坚持着，这就是他此时此刻最真实的心声。既然埃基安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朱迪斯也决定拿出点真本事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信任。他看着手中的信件，语气里透着一股志在必得，因为就在今天下午，所有的麻烦都会彻底画上句号。与此同时，公爵府邸那边却收到了朱迪斯发来的回信，他礼貌地推掉了午餐的邀请，借口说自己已经有了其他预约，只能在下午茶时间准时赴约。虽然信里还客套地提到花园里的玫瑰开得正艳，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聚会，但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却让公爵夫人彻底坐不住了。她开始忍不住胡思乱想，担心朱迪斯故意推掉午餐，其实就是为了躲着自己。其实让朱迪斯留在这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确实消瘦了许多，想必这段时间独自生活肯定吃了不少苦头。他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想让这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能安安稳稳的吃顿好饭。可随着观察的深入，伊莎贝拉发现自己竟然对朱迪斯越来越满意。这个女孩不仅聪明过人，而且行事作风正直可靠，简直就是为他们家族量身定做的儿媳人选。在伊莎贝拉眼里，朱迪斯已经具备了成为女主人的一切潜质，只要稍加引导和磨练，她绝对能撑起整个家族的门面。伊莎贝拉正盘算着，只有等那个人回来，一切计划才有可能实现。可卡尔敏锐地察觉到母亲的神色有些不对劲，忍不住开口询问。伊莎贝拉立刻收起心思，随口找了个借口，说只是担心她没好好吃饭。为了不让母亲起疑，卡尔表现得格外乖巧，甚至故意大口吃给母亲看，强调自己今天胃口很好。可这种刻意的讨好并没能掩盖他的反常。伊莎贝拉顺势切入正题，问他为什么赶走了所有老师，甚至连骑士团的训练也已经旷了很久。面对这种步步紧逼，卡尔只能小声辩解说自己只是太累了，单纯想休息一段时间。虽然这个理由漏洞百出，但伊莎贝拉并没有拆穿，只是顺着他的话感叹，确实每个人都会有想要彻底停下来的时候。如果卡尔只是个普通孩子，或许就不会对哥哥的离开表现得如此耿耿于怀，毕竟那时候他才3岁，却把发生的一切都记在了心里。这种过人的天赋反而成了他痛苦的根源。好在现在还有塞拉在身边，至少能让这个家稍微填补一点埃吉安留下的空缺。伊莎贝拉收起感伤，叮嘱卡尔吃完甜点再上楼，因为他现在必须动身去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面对卡尔好奇的追问，伊莎贝拉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是神秘的笑了笑，说晚点自然会介绍他们认识。此时的花园里玫瑰盛开，浓郁的花香弥漫在空气中。伊莎贝拉觉得既然朱迪斯喜欢，这里就是举办茶会的最佳地点。她甚至开始仔细构思该准备什么样的茶点才能完美契合这满园的芬芳。原本宁静的茶会氛围被朱迪斯急促的呼喊声瞬间彻底击碎。还没等伊莎贝拉反应过来，朱迪斯就已经冲到了面前，语气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急切。他根本顾不上什么礼仪。二少爷卡尔现在正身处险境，情况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必须马上赶往出事地点。阳光明媚的花园里，卡尔正四处张望着，直到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塞拉微笑着打招呼，欢迎小主人回来。卡尔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午饭吃得开心吗？面对塞拉的询问，卡尔却显得有些遗憾。虽然吃得很饱，但没能陪母亲到最后，因为下午家里要来客人。塞拉敏锐地捕捉到了重点，看来早上的情报没错，既然大家待会儿都要去花园，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卡尔完全没察觉到异样，还一脸自豪地分享自己已经按照塞拉的建议推掉了所有的补习和训练，现在这片安静的角落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卡尔坐在长椅上，语气里满是自嘲，觉得继承人教育毫无意义，甚至还要感谢塞拉的提醒，只要是为了小主人，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塞拉嘴上应和着，心里却充满了嘲弄。看看这个孩子吧，所谓的公爵家天才，现在还不是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埃基安还在这里，一切都会变得很完美，只有自己才配做他的妻子。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我？你明明知道像我这样聪明又漂亮的人根本不甘心只当个女仆，既然父母给不了，你就该把那份荣华富贵亲手交到我的手上。这一切都怪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必落到这种地步。塞拉内心的怨恨在翻涌，可面对年幼的卡尔，他却换上了一副温柔的面孔。小主人，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能帮你把食物吐出来的药水，为了帮你弄到它，我昨晚特意跑了一趟城里，费了好大劲才买到。看着塞拉递过来的紫色药瓶，卡尔没有丝毫怀疑，甚至还满心欢喜地道谢。他根本不知道这瓶所谓的催吐药水究竟会带走他什么。卡尔紧紧攥着小药瓶，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如果我一直长不大，甚至生一场重病，哥哥是不是就会回来了？塞拉顺着他的话往下说，虽然不会立刻出现，但埃基安那么疼爱你，知道你生病一定会担心的。他一边温柔的安抚，一边抛出了致命的诱惑，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回到你身边。可如果你身体健康，顺顺利利的继承爵位，那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进家门一步了。这句话彻底击碎了卡尔最后的犹豫，他失神的低下了头。你说的对，如果我表现得太优秀，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我绝对不能过得太好。卡尔重复着这句话，仿佛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塞拉在一旁轻声附和，没错，小主人，我也很怀念我们3个人曾经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只有你变得糟糕，才能把那段日子找回来。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树丛后的阴影里，一双冰冷的眼睛正注视着一切。埃基安死死盯着那个女仆，手里的力道几乎要失控。朱迪斯，你快点过来！如果不是因为信任你，我早就忍不住出手，亲手宰了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快点喝下去吧，小主人，以后每天饭后我都会准时把药送过来。塞拉迫不及待地催促着，语气里满是虚伪的关怀。卡尔缓缓举起药瓶，心里还在默默安慰自己，只要喝了它，就不会让父亲和母亲担心了。就在瓶口即将碰到嘴唇的瞬间，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长空，住手！绝对不能喝！还没等卡尔反应过来，一只手猛地拍向药瓶，啪的一声脆响，那瓶紫色的液体在草地上摔得粉碎。原本志在必得的塞拉，此刻彻底僵在了原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夫人，给我闭嘴！清脆的耳光声响彻花园。伊莎贝拉这一掌彻底打碎了塞拉的伪装。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把手伸向我的儿子？伊莎贝拉像一座冰山，死死挡在卡尔身前，周身散发的压迫感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他甚至不愿再多看一眼，直接下达了死命令，立刻把他拖出去，叫骑士过来把这个东西关进地牢。
女管家不敢有丝毫怠慢，带着人一拥而上，死死按住了还在挣扎的塞拉。放开我，快放开！塞拉像疯了一样尖叫着。事到如今，他竟然还在大言不惭。你们知道自己在碰谁吗？难道以为我和你们是同一种身份吗？没错，我们确实不一样，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脑子里却全是恶毒的算计。你不过是个欺负小主人的卑鄙小人。朱迪斯冷冷地看着那个被拖走的女人。塞拉还想向卡尔求救，却被旁边的女仆死死捂住了嘴。老实点，给我闭嘴！要是等骑士团的人过来，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塞拉被彻底清理了。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塞拉只是想帮我而已。卡尔竟然还在为那个毒妇求情。伊莎贝拉听着这些荒唐的话，心里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为了听他的话，你竟然赶走家庭教师，甚至还想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你疯了吗？卡尔委屈地低下了头。可是他说，只有这样哥哥才会回来。你还没清醒吗？伊莎贝拉猛地按住儿子的肩膀。你觉得埃吉安看到你现在这样，他会高兴吗？看着母亲那双充满怒意的眼睛，卡尔彻底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这是母亲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我只是想让哥哥回来，为什么母亲就是不能理解我？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卡尔低着头，心里满是委屈和不解。他以为只要付出代价，就能换回最亲的人。够了，夫人，请停手吧。朱迪斯及时走上前，轻轻按住了伊莎贝拉的手臂。你应该去责怪那个叫塞拉的女仆，小主人毕竟还太年轻了。伊莎贝拉猛地转过头，语气中带着不甘和焦急。他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2、3岁就能记事的天才，他拥有成年人的智慧。可朱迪斯并没有退缩，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正因为是这样的天才，才会去相信那些荒唐的鬼话。无论他表现得多么聪明，他也才只有8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像成年人那样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就算智商再高，不成熟也是理所当然的。哪怕他能读懂深奥的书籍，能解决最难的题目。朱迪斯温柔地看着卡尔，语气却无比坚定。他毕竟只是个才活了8年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大人的意义，守在他的身边，教给他那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卡尔愣在原地，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真正看穿了他的脆弱。见到您是我的荣幸，小主人，我是朱迪斯·艾兰，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卡尔·梅乌斯。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回礼的小家伙，朱迪斯心都要化了，怎么能这么可爱？但他没有忘记正事，他蹲下身子，平视着卡尔的眼睛。小主人塞拉说的不对，如果埃吉安看到你现在这样，他一定会非常难过。你要记住，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爱的人被病痛折磨。你以为你哥哥为什么要离开？他把这个家，把父母全都托付给了你。可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信任吗？卡尔死死攥着拳头，不甘心地反驳着：“你根本就不懂哥哥的想法。塞拉从小就和他最亲近，又是塞拉又是塞拉。”伊莎贝拉终于彻底爆发了，她再也听不得这个名字。如果埃吉安真的看中他，你觉得他离开的时候会连一句话都不给他留下吗？这一声质问像重锤一样砸在卡尔心里，但他依然不愿承认自己错了。那艾兰男爵又有什么不同？卡尔大声哭喊着：“凭什么我就一定要相信他？这当然不一样，因为他的肚子里正怀着你哥哥的孩子。”伊莎贝拉抛出的这枚炸弹，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没错，艾兰男爵曾是你哥哥最亲密的爱人，他现在怀着的可是你未来的小侄子，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卡尔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快请先站起来！卡尔突然变得手忙脚乱。他在书上读过，孕妇一直蹲着对身体不好。既然你是哥哥的爱人，卡尔小心翼翼地凑近，那你知道哥哥现在在哪吗？朱迪斯沉默了片刻，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卡尔眼里的光亮渐渐熄灭，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哥哥而伤心欲绝的女人，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既然哥哥不在，那我就必须代替他，照顾好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有那个尚未出世的小侄子。他是不是彻底疯了？抛弃了爱人，甚至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就这样一个人逃跑了吗？卡尔气得直跺脚，对着母亲大声控诉：就算他是我亲哥哥，我也绝对不会站在他那边。在他眼里，那个曾经崇拜的哥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要不是为了我的小侄子，我真希望他从来没存在过。卡尔越说越激动，甚至开始替哥哥道歉：对不起，小侄子，对不起，男爵大人，我替那个没有良心的哥哥向你们郑重道歉。可谁能想到，被全家人痛骂的当事人，此时正躲在不远处的树丛后，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原本以为会是一场僵局，没想到这位艾兰男爵竟然是个这么温柔的人。明明塞拉交代过，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可眼前的这个女人完全不像传闻中那样可怕，甚至让人觉得待在他身边非常安心。这种莫名的亲近感到底是怎么回事？男爵打算什么时候正式搬进公爵府住呢？等我和公爵谈完正式登记完结婚，并且向所有人公开之后吧。原来今天特意过来，是因为被塞拉耽误了时间。既然以后都是一家人，那我是不是可以改口，直接叫你嫂子了？面对卡尔突如其来的亲近，朱迪斯当然不会拒绝，毕竟在这个家里，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那嫂子以后跟我说话也不用再这么客气。没问题，那就按你说的办。不过等我哥哥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真不知道他在外面都学了些什么坏毛病，竟然一点礼貌都没有。看着卡尔这副小大人的模样，朱迪斯只能尴尬的陪笑，替那个还没见面的丈夫默默捏了一把汗。看来这个家里最让人头疼的，反而是那位还没露面的哥哥。既然哥哥不在家，那他就是把这个家全都托付给了我。按照这个逻辑，嫂子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也归我保护了。就算我哥哥一直不回来，你也千万不要担心，
我会代替他一直守护你到最后的。这孩子清醒的时候，明明表现得这么成熟，看着卡尔安静的睡颜，他现在也不过是个孩子，这副模样确实挺讨人喜欢的。可还没等这份安静持续多久，房间的衣柜里竟然传来了奇怪的敲击声。这动静除了那位大人，恐怕也没别人了。他难道整天都没事做吗？为什么现在还待在这里？该不会是从早到晚一直躲在里面跟踪我吧？看来这位大人的空闲时间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啊。原本以为埃基安躲在里面只是为了看戏，没想到他竟然说，如果刚才出了意外，他随时准备冲出来救场。还没等朱迪斯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拽进了衣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一直躲在这里，就是因为好奇这个吗？其实计划很简单，我先派人送了一封信，要求把茶会改在花园举行，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塞拉一定会去给卡尔送药。只要掌握了所有人的动向，剩下的就只是时机问题。我直接告诉公爵夫人，卡尔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是关自己的儿子，那位夫人根本不会多想，一定会立刻跟我走。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公爵夫人发起火来竟然这么可怕。不过只要是关孩子，任何母亲都会变成这样吧。而且刚才那一幕看着确实挺解气的。至于那个女仆塞拉，公爵夫妇自然会处理她。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卡尔有没有被吓到。大人，你一直这么盯着我看，是打算在我脸上直接盯出一个洞来吗？没想到一向冷酷的埃基安竟然破天荒地说了声谢谢，这倒让朱迪斯有点意外。他到底在谢什么？原来刚才在房间里，朱迪斯对卡尔说的那些话，躲在衣柜里的埃基安其实全都听得一清二楚。这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温柔，让躲在暗处的埃基安也忍不住发出了感叹。他凑到朱迪斯耳边轻声说，那些话真的很温暖。朱迪斯，你果然是个好人。这突如其来的称赞让朱迪斯一时间有些恍惚。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看着埃基安愣在原地，朱迪斯干脆乘胜追击。难道是因为今天发现我不仅聪明过人，还特别心地善良，所以彻底对我心动了？这距离实在太近了，近到埃基安连说话都开始变得结结巴巴。可还没等他开口解释，朱迪斯却先叹了口气。他说，你表白的时机不对，毕竟我马上就要成为这个家的儿媳妇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我可不想在结婚期间随随便便在外面找情人。就在埃基安被这番话绕得头晕脑胀的时候，朱迪斯又突然补了一句，不过我也没打算就这么彻底拒绝你。朱迪斯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公爵脸上了。他说，如果真想跟我发展，以后至少得让我看看真脸，只要你表现得好，我就把你列入我二婚的候选名单里。这话直接把埃基安听傻了，他忍不住吐槽说，你这第一段婚还没结呢，怎么连二婚都安排上了？朱迪斯倒是理直气壮，他说，等这单契约结束，我不光债还清了，手里还有大把的钞票，受了半辈子苦，难道不该好好享受吗？埃基安还是不死心，提醒他别忘了他名义上还喜欢着埃基安。可朱迪斯却清醒得很，那个男人都失踪5年了，我总得为自己打算吧。守着一个可能已经死掉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朱迪斯的脑洞还没停，他甚至开始假设，万一那个失踪的未婚夫虽然活着，但却毁容了，那他可绝对接受不了。埃基安听得整个人都麻了，忍不住质问他，难道只要对方变丑了，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人家给甩掉吗？你怎么能这么残忍？结果朱迪斯反手就是一个毒舌暴击。他说，你干嘛这么激动？难道你以前也因为长得太丑被哪个女人给甩过吗？这一句话直接把埃基安给噎住了，他只能强行转移话题，提醒朱迪斯冷静一点。朱迪斯，你现在还很年轻，既然以后有的是钱，也有的是时间，真的没必要这么焦急去物色什么二婚对象。朱迪斯沉默了片刻，他说，如果我真的有家人，或许你说的是对的，可你也知道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简直烂透了，而且那并不是我能选择的家庭，我只是运气不好，刚好出生在那样一对父母家里。朱迪斯低声坦白说，虽然这么说很过分，但他刚才其实有点羡慕那个小少爷，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父母甚至从来没有对他发过一次火，更别提像现在这样为了他的安危急得团团转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比责骂更冷的，是父母那彻底的无视。所以朱迪斯才决定一定要亲自挑选家人。他说，只有这样，哪怕最后全搞砸了自己，也绝不会后悔。而且他莫名有种自信，觉得以后的日子肯定能过得风生水起。说着，他突然凑近埃基安，笑着说，既然如此，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吧，我不介意你是平民，只要你都离有钱，业务能力过硬，而且还愿意努力干活，那我就能看上你。不过朱迪斯又补了一刀，他说，虽然你条件不错，但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会喜欢你面具下藏着的那张脸。就在埃基安被对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卡尔不安的呻吟声，看来这孩子是在梦里被吓到了。朱迪斯立刻收起玩笑，轻声跟埃基安告别，让埃基安待会儿自己找个机会溜走。随着柜门咔嗒一声，狭窄的空间里就只剩下埃基安一个人，他扶着面具自嘲地笑了，这个女人居然能表现得这么自然。到了第二天，又一份邀请函送到了，不过这次发件人竟然是梅乌斯公爵本人。埃基安一大早就跑来，赖在朱迪斯的房间里，甚至还悠闲地喝起了茶。看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更离谱的是，当朱迪斯准备出门时，他竟然还像个家属一样，自然地说了句待会儿见。面对朱迪斯的质疑，他倒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说，既然公爵府里正在发生什么绝密大事，那他作为情报工会的首领，当然得亲自盯着才行。明明就是想跟着，偏要说的像是为了公事在操劳。朱迪斯登上了马车，心里却在犯嘀咕，
难道是因为昨天自己随口夸了一句喜欢对工作热情的男人，所以那个戴面具的家伙今天才表现得这么积极？不过朱迪斯倒不担心他会在外面乱来，毕竟他早就警告过，就算他再怎么喜欢自己，也得在人前保持距离。看他那副聪明样，这点分寸应该还是有的。朱迪斯靠在窗边，看着倒退的风景，心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面具下那张脸长得还算过得去，或许自己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男人。不过这种终身大事，怎么也得观察个几个月。现在还是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收起来，毕竟公爵府那场硬仗还在等着他呢。随着侍从的一声通报，朱迪斯正式踏入了梅乌斯公爵府的大门。满园的红玫瑰开得正灿烂，仿佛在迎接这场筹谋已久的盛宴。朱迪斯心里很清楚，今天就是最后一道关卡，只要迈过这道门槛，他就能彻底坐稳梅乌斯家族契约儿媳的位置。就在他步入大厅时，耳边传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客气地称呼他为男爵，而另一个声音却亲昵地喊他嫂子。还没等朱迪斯站稳，伊莎贝拉就先开了口，问他到底是来找谁的。这位公爵夫人明明是特意等在这里，嘴上却还要硬撑着说自己只是为了道谢，才不是想见什么男爵。倒是旁边的卡尔一点都不掩饰，直接扑上来抓着朱迪斯，大声喊着就是想见嫂子。这场面让伊莎贝拉多少有点下不来台，她突然没头没脑地感叹了一句：花坛里的玫瑰开得真好。朱迪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伊莎贝拉立刻把头扭到一边，嘟囔着说只是在自言自语。朱迪斯看着这位性格别扭的公爵夫人，心里突然就明白了，这哪里是在赏花，分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欢迎他这个儿媳妇回家。看来伊莎贝拉还惦记着昨天的玫瑰，只是因为有人捣乱才没能带朱迪斯去看。这位公爵夫人在表达好感这件事上确实有点笨拙的可爱。正当几人准备入座，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桌子对面传了过来，他调侃着说这画面真是难得一见，毕竟这应该是伊莎贝拉和卡尔母子俩第一次同时相中一个人。伊莎贝拉立刻反驳，让对方别夸大其词，他顶多也就是觉得朱迪斯还算合眼缘。朱迪斯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位正在喝茶的就是梅乌斯家族的首领。他收起刚才的轻松优雅的俯下身子，正式报上了自己的名号。坐在那把金色宝座上的正是梅乌斯家族的最高掌权者本梅乌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那种上位者的压迫感就已经扑面而来。本看着眼前的朱迪斯，语气平稳地打了个招呼，说很高兴能见到这位艾兰男爵，这就是传闻中的铁血公爵，整个人透着一股寒意，就像是从钢铁里锻造出来的。这种压迫感实在太锋利了。别在那站着了，男爵夫人，过来坐吧。遵命大人，我只是来跟嫂子打个招呼，现在该告辞了。嫂子，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谢谢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那么开始办正事吧。这几位是公国的首席医生，接下来的流程将由他们全程协助。我是巴特·卡隆，担任公爵府首席医生已经超过10年了。什么？巴特·卡隆在小说原著里，他明明是皇帝的人，梅乌斯家族富可敌国，权势甚至能与皇室抗衡，一直是皇帝的眼中钉。为了牵制公爵府，皇帝最近动作频频，而这个巴特·卡隆就是安插在这里的最深的一颗棋子。他是陛下最忠诚的仆人，潜伏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完成他最大的心愿了。他是皇帝最亲信的心腹，也是1年后导致公爵夫妇死亡的真凶。我竟然把这个男人给忘了。巴特主要负责我的健康，当然全家人的饮食营养也归他管。一个掌控全家饮食的人，如果想要谁的命，简直易如反掌。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是海德·拉米斯，今年21岁，来到公爵府已经2年了。他可是个难得的天才，在医学院从未丢过第1名，是我亲自考察后带回来的。他主要负责我和卡尔的健康，尤其是卡尔经常消化不良，海德每天都会为他配药。这么说，他应该和巴特没什么关系。原著小说里也完全没有提到过这个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不在计划内的变数都不能掉以轻心。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叫他们过来。是的，众所周知，梅乌斯家族的直系血脉从在母体里开始就拥有一种独特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只有历代家主才能感应到，所以只要有医生的怀孕诊断，再加上公爵大人的亲笔签名，确认这孩子是直系血脉，我们就能对外宣称埃基安至少还能再活几个月。只要这份契约生效，皇室就拿我们没办法。但这终究是一场瞒天过海的豪赌，漏掉了巴特这个变数，确实是个意外。但既然他们计划在1年后才对公爵夫妇动手，那他现在绝不敢贸然联系皇帝。原著小说里剧情也是这么发展的。公爵大人文件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抱歉让你们伪造这些东西，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好了，剩下的事不用你们操心，都退下吧。是我们这就告退，婚姻登记很快就会办好，从现在起你就正式留在公爵府生活，我会派人过去把你原来的行李全部搬过来。好的，我明白了。既然这样，以后你就直接叫我朱迪斯吧，毕竟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名义上就是一家人了，别表现得这么冷淡嘛。不过说到行李，朱迪斯，你带来的那些衣服虽然保存的还算完好，但款式实在是太土了，早就已经过时了。看来在这个家里要改变的不只是身份，还有这一身寒酸的行头。梅乌斯家族的儿媳妇怎么能穿成这样出门？就算是契约关系，你也得拿出点责任感来，别给家族丢脸。当然了，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会立刻让人去准备合适的衣服。既然这样，那就别在那坐着了，赶紧给我起来啊！现在吗？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购物，把你的衣柜彻底翻新。看来这位公爵夫人不仅脾气大，行动力更是惊人。
这件礼服的设计灵感源自白天鹅的优雅，买下。下一件，相比之下，这件名为黑天鹅，买下。下一件，不管是清纯的白色还是冷艳的黑色，只要穿在朱迪斯身上，公爵夫人就只有一句话，全都要继续换。这种买法根本不是在挑选衣服，而是在清空整家店。还剩下几件，她穿每一件都这么合适，我觉得剩下的甚至都不用再看了，直接付钱就行了。夫人，还剩下最后一件礼服，那就看完它吧。再是最后一件，要是觉得太累了，一定要告诉我。其实倒也不是很累，只是我觉得您是不是买的稍微有点太多了。看着堆成山的礼服，朱迪斯终于忍不住小声提醒了一句，因为我没有亲生女儿，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多亲近，我这么做纯粹是因为我想做，所以你完全不用感到负担。这位公爵夫人还真是教科书级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可怜你，手里的账单却越拉越长。好了，快去试最后一件吧。好的，既然婆婆都发话了，朱迪斯也只能乖乖配合。哼，真是瞎操心，既然每一件都这么合适，我怎么可能不买呢？你说是吧？设计师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最想知道的问题，如果可以冒昧问一句，请问这位年轻小姐和您到底是什么关系？她是我未来的儿媳妇。什么？设计师当场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拉开帘幕吗？快让我看看。伊莎贝拉已经等不及了，她甚至还在盘算着待会儿要配什么样的鞋子。随着帘幕唰的一声拉开，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看着眼前的朱迪斯，伊莎贝拉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件衣服不适合我吗？看着婆婆严肃的表情，朱迪斯心里有点打鼓，还以为是自己穿的太奇怪了。不，这件最适合你了。伊莎贝拉终于找回了声音，语气里全是掩饰不住的惊艳。店主，他现在能直接穿这件出去吗？没问题，夫人，那就去准备吧，顺便把他穿来的那些破烂全都处理掉。虽然他说话总是冷冰冰的，但看起来他是真的挺喜欢我的。朱迪斯心里暖暖的，这种被人明目张胆偏爱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不过这么多衣服，我真的穿得过来吗？在那之后，疯狂的购物还在继续。等我们回到庄园的时候，太阳都已经下山了。这一整天下来，朱迪斯累得够呛，本以为终于能休息了，结果公爵夫人又把他带到了一个新地方。从现在开始你就住在这里。看着眼前这间极尽奢华的房间，朱迪斯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埃基安的卧室，既然你是他的妻子，分享他的房间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咚咚咚，嫂子，我可以进来吗？朱迪斯刚在房间坐定，门口就传来了小叔子卡尔的声音，请进吧。随着房门推开，卡尔带着海德走了进来，可还没等他站稳，整个人就直接愣在了原地。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看着卡尔那附和不拢嘴的样子，朱迪斯一脸茫然。原来哥哥喜欢长得这么漂亮的人吗？哦，谢谢你的夸奖。朱迪斯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能礼貌地回应着。嫂子真的很漂亮，对吧，海德？啊，是的，她真的很漂亮。连一向冷淡的海德此时也只能点头附和。现在先休息一下吧，晚饭的时候再下来。好的，我马上就下去。等卡尔和海德离开，房门轻轻关上的那一刻，朱迪斯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断了。我当时真是没想清楚。看着这间充满异性气息的豪华卧室，朱迪斯后知后觉地感到一阵心慌，竟然真的要住进年轻公爵的房间里，这可不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的事情。等埃基安回来，他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位名义上的丈夫？这里到处都是他生活过的痕迹，虽然已经空置了很久，但房间里的每一处都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看来公爵和夫人一直都在等着他回来，他们把这里维持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就是为了让他在推开门的那一刻不会感到任何陌生吧。这种被家人深深牵挂着的感觉，让朱迪斯心里酸酸的。可就在他沉浸在感伤中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哎呀，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朱迪斯吓了一跳。难道说，没错，是我，你可以放心了。什么？来人正是消失已久的埃基安。大半夜的，本把人带到这荒郊野外，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对劲。埃基安忍不住问父亲，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屋里落满了灰尘，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谁能想到这破旧的屋子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公爵府的密道。本低声叮嘱，跟紧了，这里面像迷宫一样，走错一步就出不来了。埃基安有些纳闷，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不带卡尔一起过来？本停下脚步，语气变得异常严肃，因为这个秘密只有家主和未来的继承人才能知道。这听起来像是某种特权，但背后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责任。本的语气冷得让人发指。他说，如果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家主必须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只有这样梅乌斯这个名字才不会消失。埃基安显然无法接受这种逻辑，难道要为了自己活命，就眼睁睁看着家人去死吗？本并没有反驳，反而把这个难题抛了回去，是独自苟活延续血脉，还是为了所有人战斗到底？这才是家主必须做的选择。埃基安陷入了挣扎，他不想独自偷生，可更不想看到家族彻底覆灭。听到儿子的回答，本竟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原来在这条充满牺牲的路上，他们父子俩的想法竟然出奇的一致。埃基安曾经觉得父亲的背影是那么高大，他甚至发誓这辈子都要像父亲一样拼死守护梅乌斯家族。可这话说得太早了，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那个关于家主继承人的真相到底有多残酷。埃基安看着眼前的路，心里很清楚，自己本该彻底离开公爵府，再也不要回来。可听说卡尔有危险，他还是没忍住，一次又一次的潜入这里，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哪怕明知道前面是火坑，他也只能推开这扇门了。埃吉安在心里暗暗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冒这种险潜入公爵府了。沉闷的敲门声把屋里的朱迪斯吓了一跳，他还没反应过来，埃吉安的声音就从书架后面传了出来：“别愣着了，快帮我一把，我一个人在里面根本推不开这扇门。”朱迪斯虽然满脸问号，但还是按照他的指示，依次抽动书架上特定的几本书。随着机关转动的声音，这堵看似岩石的书墙终于在朱迪斯面前缓缓移开。朱迪斯看着眼前的暗道，心里直犯嘀咕：这地方到底通向哪？一个外人居然能像回自己家一样出入自由，这公爵府的安保也太差了。你到底怎么了？埃吉安猛地回过神，可没想到，一向冷静的像冰块一样的埃吉安，竟然低声说了句他刚才被吓到了。我是不是比平时更漂亮了？你该不会又一次无可救药的迷上我了吧？他说在正式离婚之前，你还是稍微克制一下吧，毕竟名义上我还是梅乌斯家族的妻子。埃吉安的那句妻子，让埃吉安的心彻底乱了。如果现在就恢复公爵的身份，重新回到那个家，结果会怎么样？父亲和母亲一定会很高兴吧，毕竟他们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连年幼的卡尔恐怕也会兴奋地跳起来。可唯独朱迪斯，只要自己揭开真相的那一刻，他绝对会头也不回地离开，因为在那份冷冰冰的契约里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公爵归位，他的任务就彻底结束了。这种代价他真的付得起吗？但转念一想，万一朱迪斯愿意留下呢？毕竟他以前确实对自己有感情，甚至还提过想快点组建一个家庭。如果真是这样，也许两人能假戏真做，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可下一秒，埃吉安就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真是疯了！刚才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这种想法简直太危险了，再这么动摇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看来以后绝对不能再以公爵的身份随随便便回来了。看着埃吉安在那儿发愣，朱迪斯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埃吉安赶紧回过神来，说自己没事。可朱迪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意外，他想打听一个人，那就是领地医生巴特。提起巴特，埃吉安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那可是公爵家的老臣了，在那儿干了整整15年，不仅医术没得说，对家族更是忠心耿耿。朱迪斯突然提起这个关键人物，到底是在盘算什么？朱迪斯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既然巴特医生自己都当过5年助手，为什么现在却一个助手也不带？埃吉安解释说，可能是当时招人的时候没这个空缺，也可能是巴特这人习惯了独来独往，或者两者都有。可就在这时，朱迪斯突然停了下来，语气变得格外严肃。他问埃吉安，之前说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现在还算数吗？埃吉安愣了一下，点头说当然算数，但他还是忍不住提醒，要不是公爵领地里太麻烦的事就行。结果朱迪斯的下一句话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说这事儿不仅麻烦，而且非常严重，因为这一次处于危险中的可不止一个人。朱迪斯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他说在公爵领地里竟然有3个人可能中毒了。听到这个消息，埃吉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事情会严重到这种地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朱迪斯就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定地请求道，帮帮我吧大人。伊莎贝拉忍不住感叹，摊上那样不负责任的父母，这孩子竟然还能长得这么出色，不仅人长得漂亮，干活勤快心肠也好，尤其是照顾卡尔的时候，那份细心劲儿真没得说。坐在一旁的本听了这话，喝着茶没有说话。伊莎贝拉觉得耽误了这孩子的婚事，确实让人良心上过不去，于是他提议等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由他亲自出面安排，一定要让她嫁个好人家。伊莎贝拉突然叫住本尴尬的咳嗽了一声，本冷静的提醒伊莎贝拉，虽然你现在挺喜欢那孩子，但别忘了咱们跟他只有几个月的契约关系，到日子了就是陌生人，在他看来给他买那些华丽的衣服和珠宝作为报酬已经绰绰有余了。可伊莎贝拉根本不买账，她反问道，那孩子可是救了卡尔的命，你觉得这点小恩小惠真的能抵消救命之恩吗？本沉默了一下，承认这些确实不够，但他觉得亲自帮他安排婚事，性质可就完全变了。你这是打算当他的便宜父母吗？万一他以后得寸进尺，想利用梅乌斯家族的名声怎么办？伊莎贝拉却表现得很淡定，她说那孩子不是那种人，而且真要出了事，他也绝不会坐视不管。本最终还是松了口，他说既然你坚持，那就随你便吧，虽然我不信任那个女人，但我绝对信任你。伊莎贝拉听完冷哼一声，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别看本现在装得挺硬气，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口嫌体正直，只要等他以后跟那孩子相处久了，给出的赏赐和宠爱恐怕只会比自己更多。那就走着瞧吧，看看这位傲娇的家主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书房里静悄悄的，本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翻阅手里的文件，享受着难得的清静。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打破了这份沉默。公爵大人，我是朱迪斯·艾兰，能耽误您一点时间吗？本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对着门口淡淡的说了句进来吧。不过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找我是为了公事，那咱们还可以谈谈。本直接打发走了女仆，说自己已经有喝的了。显然接下来的谈话他不希望有外人在场。房门关紧的一瞬间，屋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朱迪斯盯着那杯茶，问这是不是巴特男爵开的药。本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直言自己每天这时候都要喝，甚至今天早上巴特还专门来检查过他的身体。看来这位巴特男爵在本的心理地位很不一般啊。本表现得非常大方，承诺只要朱迪斯留在这，就会把他当成家人对待。随后
便问起了他的来意。朱迪斯也没绕弯子，直说关于登记结婚的事，自己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本倒是很有耐心的让他直说，在本看来，朱迪斯可能是后悔了，毕竟怀孕、结婚再到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确实不容易。可朱迪斯接下来的话却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他说自己的生日刚过，现在才刚刚成年，如果这时候公开怀孕，就意味着他在未成年时就已经和埃吉安有了孩子，这可是会毁了年轻公爵的名声。朱迪斯继续加码，直言这不仅是个人名誉，更会牵连整个公爵领的声望。本听完后陷入了沉默。他原本以为朱迪斯只是个拿钱办事的女人，拿了好处就会拍拍屁股走人，没想到他考虑的这么周全，甚至还在为了埃吉安以及整个家族的荣誉着想，这让本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看来这个儿媳妇确实比他预想的要聪明得多。本正算计着登记的时间，想在死讯公布前把事办了，朱迪斯却突然抬手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本显然还没反应过来，朱迪斯却一脸严肃，直言这杯茶的味道不对，闻起来有一股怪味。朱迪斯心里很清楚，自从见过公爵夫妇后，有些疑点就一直挥之不去。这杯每天必喝的药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按照原著小说的剧情，公爵夫妇1年后就会死，可朱迪斯亲眼看到他们时，发现两人根本没有病容。既然身体没出问题，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巴特男爵一直在暗中下毒，为除掉他们做铺垫。可如果真是这样，一个新的疑点又出现了。既然巴特想要斩草除根，那作为继承人的卡尔当初又是怎么活下来的？难道是巴特失手了？还是说卡尔的体质特殊，才让他躲过了死劫？朱迪斯突然想起一件事，公爵夫人曾经提到过，有个叫海德的人每天都会给卡尔配药，说是为了治疗他的胃痛。这让朱迪斯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假设，他立刻找到埃基安，要求盯着公爵喝茶的时间。可埃基安对领地的事显然还一窍不通，他甚至还在替巴特说话，觉得那人绝对忠诚。朱迪斯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强硬的要求他照自己说的去办就行。朱迪斯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次的直觉错了，后果他根本承担不起，但他绝不能坐以待毙，只能赌一把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本，自己要检查那杯茶。本显然有些迟疑，但在朱迪斯的坚持下，他最终还是松了口，示意他尽管去查。朱迪斯接过茶杯，道谢后立刻凑近观察。朱迪斯闻了闻茶杯，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断定怪味就来自这里，并立刻阻止本继续喝茶。他甚至指名道姓要求换那个叫巴特的医生，这让本感到莫名其妙。为了掩盖自己的秘密，朱迪斯当场编了个瞎话，说自己以前为了还债，曾去一家药材商家里当家教，在那儿耳濡目染，才学会了靠气味辨别草药。虽然这套说辞全是编的，但眼下只要能稳住本，让他相信茶里有毒，朱迪斯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朱迪斯直接摊牌了，他说这杯茶的味道和一种毒草非常相似，虽然他叫不出名字，但这种毒草极其阴险，中毒初期完全没症状，最后却能让人悄无声息的没命。本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难以置信的追问，难道现在这杯茶里就有毒？朱迪斯却表现得很谦虚，说自己毕竟不是专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海德医生来检查一下，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这种事绝对不能马虎。看着朱迪斯的样子，本心里咯噔一下，他意识到这绝不是玩笑，这女人的眼神太认真了。他立刻叫来管家，下达了一连串秘密指令，不仅要马上把海德带过来，还要把伊莎贝拉和卡尔平时喝的茶全部封存。他特意叮嘱管家，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察觉。海德医生急匆匆赶到，本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结果发现只是为了几杯茶，这让他多少有些意外。本没有浪费时间，直接问他能不能检测出毒性。海德却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公爵府守卫森严，毒草根本没机会混进来。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朱迪斯突然在旁边插话，他问海德有没有那种分开式药，混在一起却会变成剧毒的东西。海德听完愣了一下，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这种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下毒的人就太高明了，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手段，普通检测根本查不出来。朱迪斯这一句话直接点破了问题的关键。朱迪斯想看巴特的药方，却被海德医生拒绝了，理由是巴特资历更深，随便查看是对前辈的不敬。本也跟着表了态，他觉得朱迪斯是好意，但并不相信茶里有毒，因为他和伊莎贝拉喝完后，身体确实感觉变好了，尤其是伊莎贝拉，在二儿子埃基安失踪后，整个人都垮掉了，全靠这茶才恢复了精神。朱迪斯听完冷笑一声，直接抛出一个致命问题，既然这茶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小少爷卡尔每天还要忍受胃痛的折磨？如果这茶真的能强身健体，为什么唯独卡尔喝了之后反而要天天吃药？朱迪斯这番话直接撕开了完美的假象，如果大人喝了是补药，小孩喝了却是毒药，那这背后的真相恐怕比下毒还要可怕。朱迪斯心里很清楚，如果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根本没办法说服本。就在他准备强行拦人时，海德医生却突然停下了，他像是猛地想起了什么，嘴里念叨着漏掉了关键信息。他让大家先等一等，显然朱迪斯刚才的话触动了他某个专业盲区，原本陷入僵局的局面，因为海德的这个反应，瞬间又有了转机。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能让一个专业的医生露出这种如梦初醒的表情？朱迪斯终于敢确定自己的推测完全正确，这根本不是什么补药，而是精心设计的慢性毒药。巴特的目标非常狠毒，他想让这一家三口在1年内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这种长期的慢性渗透，根本没人能查出死因，
可他算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卡尔的身体反应。卡尔喝下毒茶后会胃痛，这反而成了救命的信号。海德医生为了缓解胃痛，给卡尔开了另一种药，谁能想到那竟然成了毒药的解剂。正是因为这种阴差阳错，卡尔才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而本和伊莎贝拉此时正一步步走向死亡。这哪里是治病的良方，分明是催命的符咒。如果不是朱迪斯看穿一切，梅乌斯家族早就覆灭了。海德医生的结论让全场瞬间陷入死寂。他对着本承认，这杯茶里确实有毒。正如朱迪斯小姐所说，有些草药单独看没问题，可一旦混合在一起，就会变成致命的毒素。而眼前的这3杯茶里全都含有这种成分。海德给这种毒起了个名字，叫做耐心刺客。这种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极具欺骗性，在中毒的初期阶段，它会让人感到精力充沛，甚至觉得自己变健康了。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只要长期服用下去，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本和伊莎贝拉引以为傲的那种身体好转的错觉，竟然就是死神敲门的声音。海德医生终于查明了，卡尔之所以会胃痛，是因为小孩子的身体对这种毒素更加敏感。本听完心都凉了，急忙追问儿子现在的处境是不是正处于危险之中。万幸的是，海德之前开的胃药里竟然歪打正着的含有解药，那是一种叫沙漠蒲公英的草药，专门克制这种耐心刺客。当初海德只是发现这种药对卡尔的胃痛有效，才一直让他坚持服用，谁能想到这竟然成了保命的关键。如果海德医生没有发现那款胃药，1年后的这座宅邸恐怕连一个活口都不会剩下。本强压着不安询问海德，他和伊莎贝拉的身体是不是也已经中毒了？好在海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目前他们还没有出现异常，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本接下来的问题却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想知道这一切有没有可能是个误会。毕竟巴特是资深医生，他明知道3个人体质不同，却给他们喝同样的茶，甚至在卡尔出现胃痛后也完全没有调整配方。这种低级错误绝不可能发生在巴特身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想要他们的命，这根本不是什么医疗事故，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海德医生给出了最后的专业判定，这件事是失误的可能性只有 0.1%， 换句话说，这就是一场成功率超过 99% 的蓄意谋杀。本沉默了良久，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平退了左右，并严令所有人封口，绝不能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就在朱迪斯准备离开时，本突然叫住了他。这位平日里威严的家主，语气里透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他看着朱迪斯说：“是你救了我的全家。”这一刻，朱迪斯终于赢得了梅乌斯家族真正的信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肯定，朱迪斯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毕竟不久之前，这位公爵大人还对他充满了戒备和怀疑，但现在本放下了所有的架子，发自内心的对朱迪斯说了一句谢谢。深夜的房门被推开，伊莎贝拉急切地询问那个人到底招认了没有。本一边摘下手套，一边冷淡地回答，对方虽然没有亲口承认，但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反驳的余地。本看着眼前的残局，确认了那个惊人的事实：巴特竟然真的想毒死全家人。伊莎贝拉怎么也想不通，那个一向忠心耿耿的男爵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本敏锐地察觉到，巴特背后一定还有指使者，这件事绝不简单。但伊莎贝拉更庆幸朱迪斯在场，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可本心里也很清楚，朱迪斯明明可以袖手旁观，却偏偏选择了卷入这场麻烦。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救人，还是另有打算？伊莎贝拉感叹，朱迪斯是个正直的孩子，全家人又欠了他一份恩情。本听完后陷入了沉思，他当场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便将来朱迪斯和埃基安离婚，家族也必须对他负责到底。仅仅补偿一个男爵领地，根本配不上他的功劳。本甚至已经开始物色，要把他嫁进更有权势的伯爵家，作为对他的终身保障。埃基安盯着朱迪斯，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看穿巴特的真面目。朱迪斯给出了一个听起来无懈可击的理由，他说自己在情报工会偶然听到了巴特的秘密。埃基安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在所有人的印象里，巴特对家族的忠诚曾经是那么毋庸置疑，但他很快推翻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巴特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过忠诚，所谓的忠心耿耿不过是为了达成目的，而精心排练的演技。巴特追求的是一场不留痕迹的完美暗杀，所以才选择了那种发作缓慢却致命的毒药。埃基安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个潜伏在身边的毒蛇，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阴险百倍。朱迪斯看时间不早了，便开口催促埃基安离开，毕竟主人也该休息了。可埃基安却并不领情，直言自己一点都不累，似乎还没打算走。朱迪斯见状，直接开了个玩笑，说孤男寡女深夜独处，你该不会是在勾搭我吧？这话把埃基安给问住了，他无奈地反驳道，难道男女只要待在一起，就非要有点什么企图吗？朱迪斯却不依不饶，坚持认为这种概率非常高，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斗着嘴。就在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打破了屋内的宁静。朱迪斯感到很纳闷，这个时间点竟然还有人会来拜访。门外传来了海德的声音，他语气急促，说有重要的事情想谈谈。朱迪斯正准备起身开门，埃基安却突然开口了，他语气低沉地问道，你真的打算在这个时候让他进来吗？埃基安显得非常急躁，他质问朱迪斯，难道真打算和那个男人在房间里单独相处吗？朱
朱迪斯觉得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埃基安却一口咬定，那家伙深夜造访绝对是想趁机勾搭他。朱迪斯听不下去了，他认为海德过来只是为了商量正事，于是急着把埃基安往外推。埃基安却还没念叨完，他盯着朱迪斯的露肩礼裙，开始挑剔他的着装，问他为什么不穿得严实点。朱迪斯没好气的回答，之前的旧衣服全被公爵夫人给扔了。朱迪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大声呵斥埃基安，让他别再丢人现眼了，赶紧从这里消失。埃基安被骂得措手不及，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哪里丢人了。朱迪斯紧接着补了一刀，直言他现在的样子简直就像个怀疑妻子出轨，正在现场抓奸的窝囊丈夫。被关在门外的埃基安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脑子里全是刚才那句话。难道在朱迪斯眼里，自己刚才那些行为真的那么像个嫉妒的丈夫吗？朱迪斯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口邀请门外的海德进来。海德推门走进房间，语气中带着一丝拘谨，他礼貌地向朱迪斯问好，并称呼他为男爵夫人。听到这个生疏的头衔，朱迪斯立刻摆了摆手，让他直接叫自己朱迪斯就好。他解释说，在婚礼正式举行前，所谓的头衔不过是个空壳，直呼其名反而让他更自在。海德见状也不再坚持，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朱迪斯一边引导他入座，一边客气地询问需不需要准备一些茶水，深夜造访必有重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听听海德到底想谈些什么。海德婉拒了茶水，直言现在实在没心情喝。朱迪斯也叹了口气，坦言自己同样没心思应酬。既然大家都没兴致寒暄，朱迪斯便直接切入正题，询问他深夜造访的原因，是不是巴特那边已经招供了？海德却摇了摇头，表示巴特直到现在依然什么都不肯说。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其实这次过来并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他个人的私事。”朱迪斯感到有些意外，不明白两人之间能有什么私事好谈。海德突然郑重地道谢，他提到作为家族医生，自己其实欠了朱迪斯一个巨大的人情。作为家族的医生，他竟然一直不知道大家平时喝的药有问题。他赶紧出言安慰，说他才入行2年，怎么可能去质疑前辈？更何况巴特深得大家信任。海德无奈地叹了口气，很感谢朱迪斯能理解他。其实他在巴特手下工作，一直处处受限。巴特为了掌控一切，甚至剥夺了他开处方的权利，根本不让他接触核心事务。即便如此，海德还是很自责，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再仔细检查一遍就好了。朱迪斯很同情他的遭遇，直言凭海德的医术，去哪里都能有大好前程。海德听后却露出了苦笑，说虽然话是这么讲，但外面的医馆给的薪水可没公爵府这么多。海德突然压低了声音，向朱迪斯坦白了一个秘密，当初在那份怀孕证明上签字，其实完全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他承认自己当时明知真相，却还是因为收了封口费，在那张纸上签了名。朱迪斯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海德却无奈地解释道，他家里还有7个弟弟妹妹，为了生存他根本没得选。当初为了供他读医学院，家里卖掉了唯一的农场，在他求学的那几年里，全靠二弟一个人养活全家。现在他终于学成归来，理应由他这个大哥来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朱迪斯听得心里五味杂陈，试探着问起他的父母。海德语气平静地告诉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意识到自己问了不该问的，朱迪斯赶紧向他道歉。海德随口提到父母去世是很久以前的事，朱迪斯却突然停住了。这身世听起来太耳熟了，这简直和小说里写的男主角那位失踪的大哥背景故事一模一样，同样是被农夫收养，同样在养父母去世后独自拉扯大7个弟妹，最后还成了厉害的医生。世界上不可能有2个如此巧合的人生，而且海德的年纪也刚好能对上。朱迪斯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为了薪水不惜违背医德的男人，真实身份竟然是贵族。他可是侯爵家寻找了多年的长子啊！只要能打好手里这张牌，接下来的局势可就要彻底逆转了。朱迪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帮海德找回亲生父母，那他现在的那些弟妹又该何去何从？万一海德回归了贵族，这些没有血缘的孩子很可能会被直接抛弃。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男人，轻声问他辛不辛苦，一个人要养活这么多孩子，还要忍受职场的不公。朱迪斯直白地告诉海德，只要他狠得下心，随时都可以丢掉这些包袱，他完全可以独自出国，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或者干脆找个人结婚，以此为借口彻底断绝和家里的联系。面对朱迪斯给出的诱惑，海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承认自己从未想过抛弃家人也是一种选项，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直言自己根本做不到。朱迪斯有些不解，追问他坚持下去的原因。海德看着窗外轻声说，每当他看到卡尔少爷，就会想起家里的弟妹们，他们也是这般年纪。就算他真的狠下心为了自己一个人逃跑，可只要在街上看到孩子，他恐怕都会立刻转身回去。海德无奈地自嘲道，他只是个可悲的医生，打着为了家人的名义在到处疯狂捞钱罢了。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男人，原本冰冷的试探，此刻却化作了温柔的笑意。他终于看清了海德的底色。朱迪斯轻声安慰海德，这说明他真的很爱弟妹，为了保护家人而努力一点也不觉得可悲。为了让海德放下负担，朱迪斯甚至坦白了秘密，说自己为了还清负债，现在正假装怀孕。他觉得海德的行为反而让人感到很温暖，甚至有些羡慕他的弟妹能有这样一位好哥哥。朱迪斯由衷的感叹，如果自己也有这种哥哥，那该是多幸福的事。海德听完有些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没那么伟大，只是在泥潭里挣扎，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座冰冷的豪宅里，竟然会有人理解他的苦，甚至愿意这样安慰他。既然两人的处境相似，朱迪斯主动提议，以后
大家就互相照应。海德有些受宠若惊，连忙点头答应，说自己也非常期待。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像海德这样善良的人，不该被生活埋没。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这个年轻人一把，让他摆脱现在的困境。朱迪斯在心中默念，让海德再坚持一段时间，他都会动用所有力量帮海德找回亲生父母。埃基安现在越想越不对劲，大半夜跑来私会，这心也太大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朱迪斯居然允许那个人直呼其名，明明自己等了整整3年才换来这个待遇，结果那个人才刚出现就轻而易举的越界了。这下他是真的坐不住了。朱迪斯那句要给所有人机会，简直像是在广撒网，只要有钱有能力，平民难道也可以？埃基安越琢磨越觉得离谱，这到底算怎么回事？但他很快自嘲地摇了摇头，现在可不是吃醋的时候，必须先把关于他的念头压下去，因为眼前的麻烦已经找上门了。埃基安心里很清楚，现在必须去见巴特一面，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在这时，尘封的记忆突然被撕开，那是他17岁那年的一个雨夜，当时他还是梅乌斯家族的继承人。谁能想到，就在那个晚上，他曾经深信不疑的一切，竟然开始彻底崩塌了。深夜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巴特在这个时候找上门，准没什么好事。埃基安倒是显得很淡定，直接让他进屋说话。可看着巴特这副样子，埃基安心里也犯嘀咕，这么晚过来，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结果巴特进屋之后，半天憋不出一句话，这气氛明显不对劲了。巴特接下来的这番话，恐怕要让整个家族变天了。他先是强调自己绝无二心，随后却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盯着埃基安一字一句地说：“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公爵夫妇亲生的孩子。”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把埃基安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缓过神来，赶紧反驳，觉得巴特简直是疯了，这种玩笑开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巴特看他不信，直接指出了证据所在，就藏在埃基安每天早上喝的茶里。他说那里面加了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发色。这下埃基安彻底没话说了，虽然嘴上不承认，但从那天起，埃基安再也不敢喝那杯茶了。他一边偷偷把茶倒掉，一边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希望巴特说的这些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当那抹漆黑的颜色出现在象征家族的金发中时，埃基安知道所有的谎言都到头了，这就是铁证如山。他再也坐不住了，直接冲去找巴特对峙。既然身份是假的，那他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可等他见到巴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曾经体面的医生，现在竟然成了满身鲜血的阶下囚。巴特隔着铁栏杆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他说这还是埃基安第一次见到他这副真面目。看着守卫一个个倒下，巴特就知道来的人绝不简单。他隔着铁栏杆冷笑着，直接叫出了对方的真实身份：皇子殿下。巴特现在满身是血，自知已经命不久矣，他索性让埃基安有话快问，别耽误最后的这点时间。埃基安沉默了片刻，问出了那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既然巴特并不忠诚，当年为什么要让他离开宅邸？巴特听完笑得更疯狂了，他嘲讽埃基安是不是还在幻想自己是公爵的亲儿子？这种事你自己心里不是早就清楚了吗？巴特看着眼前的男人，笑得越来越疯狂。他说埃基安现在的样子简直和年轻时的皇帝一模一样，5年前说的那些话确实没有半句假话，他就是要让埃基安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皇室的血。可既然身份是真的，当年为什么要狠心赶他走？巴特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埃基安活得最痛苦。这根本不是什么救赎，而是彻头彻尾的诅咒。从那一刻起，他就是那个被诅咒的皇子。在外人眼里，能攻得起医学院的人，家里肯定都有矿。可谁能想到，在公爵府打工竟然这么香？海德一边喝着名酒，一边跟朱迪斯感慨：公爵大人不仅给的工资高，甚至还包了他弟妹的学费，这种待遇简直是逆天了。他觉得梅乌斯公爵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板。可既然公爵府这么好，为什么外面的名声却那么臭？海德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危险的真相。其实那些难听的传闻，全都是皇室在背后泼的脏水。谁都知道皇室一直把梅乌斯家族当成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朱迪斯也很清楚，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海德放下酒杯，提到了当年那段往事。那时候公爵夫妇一直没孩子，这本该是人家的私事，可皇帝却带头在背后嘲笑。更过分的是，皇帝竟然私自拆开了公爵夫人写给医学院的求助信，还把里面的内容传得整个上流社会人尽皆知。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仅是为了羞辱公爵府，更是要让他们在社交界彻底抬不起头来。听完这些往事，朱迪斯觉得皇帝简直太没底线了，拿别人最绝望的愿望开玩笑，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虽然随着埃基安的出生，这件事慢慢被人淡忘了，但朱迪斯心里很清楚，这种伤害是永远抹不掉的。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海德的身世问题，必须尽快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可现在众目睽睽，他根本没法去找埃基安商量。朱迪斯转头看向了海德，虽然两人才刚认识，但现在也只能找他帮这个忙了。朱迪斯终于找准机会，试探性地问海德能不能帮他一个小忙。他找了个非常完美的借口，说自己想寄几封问候信，但因为对府里的仆人还不熟，想请海德找个靠谱的人帮忙。海德答应得非常爽快，甚至主动提出要亲自出马，正好他明天要出门采购药材，顺路就能把信给送了。朱迪斯嘴上说着不好意思，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些信能顺利送达，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办了。朱迪斯这一笑，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他真诚地向海德道谢，气氛一时间变得非常微妙。
海德哪见过这种场面，整个人直接看呆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体就掀掉链子了，一个响亮的9格直接破功。这下尴尬到了极点，朱迪斯还以为他是喝醉了，海德只能顺着台阶下，一边打嗝一边赶紧告辞。等海德推门离开，这桩正事总算是谈成了。朱迪斯目送他走远，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可这人一走，刚才强撑着的清醒瞬间垮掉。朱迪斯只觉得天旋地转，酒劲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他现在连一步都挪不动了，索性直接瘫倒在地毯上，什么优雅什么形象，现在全都不重要了。感受着地毯的柔软，朱迪斯长舒了一口气。谁能想到正主竟然在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埃吉安看着倒在地上的朱迪斯，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女人胆子大到了这种地步。他冷冷地盯着朱迪斯，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酸味，质问他到底跟别的男人喝了多少酒。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酒局竟然还是设在她这个丈夫的房间里，到底是怎么了？感觉今天气氛不太对，还是第一次见到埃吉安露出这种表情，难道是出什么事了？不行，得先起来把话说清楚。可这身体怎么回事，竟然完全使不上劲。完了，这下真的丢人丢到家了。朱迪斯拼命想站起来，结果身体根本不听使唤，整个人直接瘫成了烂泥。埃吉安在旁边都看笑了，直言朱迪斯再这么折腾下去，迟早要被这床被子给吞了。看这架势，估计已经被吃掉一半了。朱迪斯只能尴尬的道歉。谁能想到平时那么干练的人，喝多了竟然会全身脱力。埃吉安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妙，他质问朱迪斯，连自己的酒量都搞不清楚，居然就敢跟刚认识的男人喝成这副德行。朱迪斯还不服气，小声嘟囔着，那哪是陌生人，明明是同在一个屋檐下赚钱养家的同事。同事这2个字差点没把埃吉安给气乐了。他冷着脸提醒朱迪斯，那充其量只是场交易，他们之间可从来不是什么同事关系。朱迪斯听完更委屈了，直抱怨埃吉安说话太伤人，甚至怀疑当初一起进公爵府是不是也只是一场买卖。眼看埃吉安还要继续补刀，朱迪斯终于彻底破防了。朱迪斯这下是真急了，扯着嗓子喊埃吉安帮忙，说再不把这被子挪开，他就要被憋得吐出来了。埃吉安嘴上是一点不留情，警告他千万别吐在别人床上，还顺带吐槽他，既然是来参加交易派对的，就该有个清醒的样子。虽然嫌弃的要命，但他还是认命的凑过去，打算把这个蚕蛹给剥开。埃吉安一边动手一边感叹，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种事，居然还得从被子里营救一个喝断片的醉鬼。朱迪斯这会儿也老实了，只能缩在被子里小声道歉。埃吉安看他还在那下折腾，赶紧出声制止，说再乱动只会缠得更紧。这下朱迪斯是彻底不敢动了，只能乖乖听从发落。难道是酒精还没退散？朱迪斯总觉得现在的气氛有点不对劲。明明埃吉安的动作很专业，没有任何多余的念头，可哪怕只是指尖隔着手套的轻微触碰，都让他感觉心里毛毛的。朱迪斯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肯定是因为周围太安静了，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错觉。可他转念一想，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诡异，自己正躺在别人的床上，而埃吉安正亲手一层层剥开他身上的被子，这要是被别人撞见，恐怕是真的彻底解释不清楚了。朱迪斯现在后悔的恨不得把舌头咬下来，早知道就不该多那句嘴。他本想转移注意力，随口问埃吉安为什么他滴酒不沾，结果埃吉安冷冷地回了一句，大热天的谁会去喝酒？紧接着就开始了长篇大论的防骗讲座。他告诫朱迪斯永远不要轻易相信男人，尤其是那些一边喝酒一边献殷勤的家伙。朱迪斯还想垂死挣扎一下，辩解说自己只是跟对方聊得比较投机，才顺便喝了2杯。可埃吉安一眼就看穿了真相。他提醒朱迪斯，那些心怀不轨的男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共同话题，好让你放下戒备。朱迪斯被这一通说教搞得头都要炸了，忍不住大声抗议，说到底他好歹也是个成年人，能不能别总把他当小孩看？埃吉安无奈地叹了口气，提醒朱迪斯才刚成年没多久，就开始盘问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朱迪斯自知理亏，缩在床上小声嘟囔，说今天其实才第2次喝。这话一出，埃吉安的火气更大了，质问他连酒量都摸不准，就敢跟男人单独喝酒，哪怕是在公爵府里，这胆子也未免太大了点。朱迪斯被训得头晕脑胀，干脆耍赖捂住耳朵，求他别再继续念经了。埃吉安看着眼前的醉鬼，只能无奈地扶住额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朱迪斯试探性地唤了一声主人。埃吉安虽然还在气头上，但还是下意识地应了他。朱迪斯大概是真醉糊涂了，竟然拍了拍身边的位置，问埃吉安要不要躺下来。这话一出，埃吉安的 CPU 直接被干烧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丫头到底把刚才的对话理解成什么意思了？他对朱迪斯绝对没有任何不该有的阴暗想法，可现在这气氛怎么看都像是朱迪斯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朱迪斯赶紧摆手否认，说自己纯粹是脑子抽风，绝对没有那种意思。埃吉安这下彻底崩溃了，既然没有那种念头，那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邀请他一起躺下呀？朱迪斯突然轻声开口，说他发现主人最近心情似乎一直不太好。埃吉安显然没料到会被这个醉醺醺的丫头看穿自己的心事。朱迪斯继续自顾自地说着，虽然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埃吉安看起来已经闷闷不乐很久了。他觉得这种时候就该2个人面对面坐着，随便聊点什么都好，可惜他现在浑身没力气，连坐起来都费劲。朱迪斯体贴地补充道，埃吉安没必要非要把那些烦心事告诉他，只要陪他聊聊天就行。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
埃基安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最终还是没能拒绝，顺从地躺在了朱迪斯身边。埃基安轻声唤着朱迪斯的名字，在得到肯定的回应后，他一脸严肃地叮嘱道：“以后绝对不许再喝酒了，尤其是不能和那个海德医生喝。”朱迪斯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一脸天真地追问：“为什么？”埃基安转过头盯着他，语气里满是无奈，说：“他喝醉了就会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让男人躺在身边，是个男人都会产生误会的。”朱迪斯听完不仅没反省，反而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甚至还反过来调侃埃基安，说：“他们相处了这么久，难道连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建立起来吗？”朱迪斯这会儿还挺理直气壮，说自己完全是看某人心情太差，才特意给的一点福利。埃基安听完简直要气笑了，反问他让人躺在别人的床上，到底算哪门子的福利？朱迪斯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这床确实不是他的，他心里突然有点过意不去，觉得挺对不起那位公爵大人。不过他很快就想通了，说要是公爵觉得不公平，就让他尽管来找自己抱怨，大不了到时候道个歉嘛。看着朱迪斯这副理不直气也装的小模样，埃基安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动，忍不住笑出了声。朱迪斯看着埃基安的笑脸，语气里满是欣慰，说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哪怕只是聊些没营养的废话，只要两个人能像这样待在一起，心情就会慢慢好起来，对吧？埃基安沉默了片刻，轻声呼唤着朱迪斯的名字。他第一次坦言，自己曾经一度以为这辈子都再也没办法像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出来了。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待在朱迪斯身边，那些笑容竟然又重新出现了。他甚至开始觉得，或许正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只有在朱迪斯这里，他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他。埃基安露出了赞许的笑容，感叹说他果然是个聪明人。朱迪斯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却在默默嘀咕，其实刚才那番话并不是专门说给他听的。其实我之所以能安慰他，并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这些痛苦我全都亲身经历过。记得小时候生病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身边能有一个人就好了，哪怕那个人会让生活变得更累，我也渴望能有人和我一起分担那些日复一日的沉重负担。所以当听到海德提起他还有7个兄弟姐妹要照顾时，我心里竟然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因为我发现自己甚至连一个需要去负责、需要去守护的人都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在埃基安的身上看到了那个曾经孤立无援的自己，所以才会忍不住想要拉他一把吧。也许是因为喝了点酒，那天晚上的我情绪确实变得有些感性，看着好不容易露出笑容的他，我竟然一点也不想让他就这样转身离开。于是我们并排躺着聊了很久很久，全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可等我再次睁开眼，身边早已空无一人，只剩下身上那条还带着余温的被子。我伸了个懒腰，意识也跟着清醒了过来。等等，我好像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原本是打算向他打听一下关于索登侯爵家的事情，结果昨晚聊得太投入，竟然把正事给忘了。不过应该也没关系，毕竟海德之前说过，他今天就会把那封信准时送到对方手里。既然信已经送出去了，那接下来就看对方会怎么出招了。药材已经全部买齐了，这是朱迪斯交代的最后一封信。听说他辞职的消息后，那些店主们一个个都显得特别失落，甚至连我这个只是来帮他跑腿的人都被热情的塞了一大块派。看来朱迪斯在这个镇上的影响力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得多。朱迪斯那个人确实是好的没话说，让我看看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情报工会，他居然连这种地方都曾经待过吗？既然是情报工会，那这里肯定就是专门买卖消息的地方了。正好我心里也有一件事，一直觉得非常好奇，既然都到门口了，不如顺便打听一下吧。既然这里是情报工会，那关于这种如何讨人喜欢的秘诀，他们应该也会明码标价的出售吧。被诅咒的皇子这个名号跟了他太久，直到这个声音出现，彻底撕开了皇室的遮羞布。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吗？那个藏在暗处的家伙语气里全是挑衅，他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在挑战埃基安的底线。原来当年的真相远比想象中更加肮脏，皇帝陛下为了私欲强行占有了最后的巫女，而你就是那个罪恶的产物。沉重的一拳砸在桌上，却砸不碎心里的恶心感。这种对自己存在的恶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强烈了，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那个阴暗的过去。那些肮脏的真相像毒药一样腐蚀着理智。如果不是昨天见到了朱迪斯，现在的我恐怕连坐在这里的力气都没有。他是这片深渊里唯一能让我清醒的理由。明明感觉就在不久前，那个胆大包天的小姑娘还吵着闹着非要见我一面，可一转眼我竟然已经欠了她2条命。这种无法言说的情愫正在心里悄悄疯长，还有这种感觉到底算什么？该死，怎么又在想朱迪斯了？这种失控的念头根本没法停下来。门外传来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局促不安，说是要给主人送个东西。等等，这个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这种熟悉的语调绝对就是那个人没错。海德放下茶杯，松了口气，直言外面的守卫太森严，差点以为今天见不到面了。埃基安倒是一脸淡然，毕竟能让他亲自接待的，向来只有极少数的贵客。不过既然是朱迪斯送来的信，那自然得另当别论。对他来说，朱迪斯可不是普通客户，而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海德听完却意味深长，看来其他的赞助人也给过一模一样的评价。不得不说，朱迪斯在笼络人心这方面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发型，还有比朱迪斯更深的绿眼睛，坐姿端正，举手投足比贵族还优雅，偏偏性格还这么随性。
真是越看越让人火大。万一朱迪斯喜欢的刚好就是这种类型呢？毕竟他曾经亲口说过，比起阴沉沉的性格，他更喜欢开朗亲切的人。完了，这不就是在点我吗？海德察觉到气氛不对，试探着问要不要先回避，好给主人留点私人空间。埃基安赶紧把人拦下，让他先在沙发上坐会儿，自己这就去拆信回信。毕竟朱迪斯特意托人送信，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事。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想让他帮忙打听索登侯爵夫妇的下落。这种情报对他来说查起来倒是一点也不难，只是他有点想不通，朱迪斯怎么会突然盯上这两个毫无关联的人呢？正是聊得差不多了，海德突然话锋一转，确认这里是不是卖情报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反倒变得有些扭捏，说自己有个很在意的人，虽然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对方漂亮又温柔，是个任谁都会心动的女孩。可惜自己在恋爱方面实在没什么实战经验，所以想请教一下专家，到底该怎么接近她，才不会显得太冒昧。听着情敌当面夸老婆，还要自己教她怎么追，埃基安手里的笔都要折了。只听咔嚓一声，埃基安手里的钢笔竟然被生生折成了两段。这突如其来的死寂让海德心里直打鼓，觉得自己好像问错话了。在这种严肃的地方打听怎么追女孩子，确实是有点太尴尬了。毕竟这里可是情报屋，专门交易机密的地方，氛围确实跟外面不一样。明明身处繁华地段，这栋建筑却隐秘的过分，连见一面主人都很难，更别提这位戴着面具，浑身散发着压迫感，连声音都让人记不住的男人。这种刻意隐藏身份的做法，一看就是在处理大生意。海德越想越觉得冒昧，赶紧摆手说刚才的话就当他从来没问过。本以为这事儿翻篇了，谁知埃基安突然起身，语气强硬的要把话接下去。他不仅答应要帮忙，还要当场给海德算一卦，看这段感情到底成不成。海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接下来的话吓得当场愣在了原地。埃基安语气平淡的问：“你跟那个女孩第一次见面是在梅乌斯公爵府吧？”这下轮到海德傻眼了，这种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甚至连名字都没提的私事，这个戴面具的男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埃基安步步紧逼，直接点破了海德的身份，说他是公爵府的私人医生，不仅知道他的本名，还知道他是医学院那一届最优秀的毕业生，甚至连他身边的人最近刚刚离职这种小事都被对方摸得一清二楚。海德整个人都听傻了，这种极少数人才知道，甚至算得上机密的信息，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像透明的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来，埃基安就下达了最后通牒：既然你问这段感情的结果，那我的建议只有一句话，你喜欢的那个女孩最好还是趁早死心吧。埃基安的话像冰水一样，直接浇灭了海德的幻想，说人家只把他当同事。海德显然还不死心，追问难道就没机会让关系再近那么一点点吗？结果埃基安回答的干脆，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完全不是他的菜。这话可把海德气得够呛，难道像他这种勤奋努力、长得还帅的男人都不行吗？面对海德这种自我感觉，埃基安只是发出一声冷笑，说那种事他也不太清楚。埃基安叹了口气，直言现在的这种环境根本不适合谈情说爱。海德听完低下了头，说这些道理他都明白，所以才打算慢慢渗透，想在不给对方压力的情况下，一点点地去接近他。可埃基安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再次冷冷地强调，就算你花再多心思也没用，因为你压根就不是他的菜。这话可把海德给整不会了。他虽然没谈过恋爱，但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有信心的。他忍不住开始自我推销，说自己客观上并不难看吧，甚至还有人夸过他，说他这张脸长得是所有女人都会喜欢的类型。这自信的样子让埃基安更火大，虽然心里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长得挺招人，但这种事实反而让他更烦躁了。埃基安抛出了杀手锏，说贵族通常只看重贵族，这让海德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提醒海德认清现实，你喜欢的那个女孩难道不也是一位贵族吗？在他的择偶标准里，对方起码得是个子爵，甚至得是伯爵以上的身份，只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被他当成男人来看待，否则你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海德还想开口反驳，觉得事情不一定像他说的那样，可埃基安根本不给他机会。他说这世上没有例外，难道在当年的医学院里，你见过的这种事还少吗？这一番话直戳痛点，海德彻底陷入了沉默，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事实。在绝对的等级制度面前，所谓的真心和长相似乎真的变得一文不值。埃基安站起身来，问这次咨询是否足够了，他现在还有更忙的事，那就是处理朱迪斯的请求。海德只能乖乖点头，答应会把回复带给他。就在海德准备掏钱询问这次的情报费时，埃基安却挥手拒绝了。他说这笔钱就免了吧，毕竟作为朱迪斯的同事，这点关照还是应该有的。最后他还不忘补上一刀，说自己和朱迪斯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这杯药茶是专门为卡尔调配的，他体内的毒素积攒太久，彻底排毒还需要点时间，只要每天早晚坚持喝，身体就能慢慢好起来。本总算松了一口气，庆幸卡尔的主治医生是海德，这份恩情他记下了。可海德却表现得很谦逊，直言自己只是尽了本分，真正该感谢的人其实是那位年轻的小公爵夫人。朱迪斯到底做了什么，能让医生都这么推崇？
伊莎贝拉也点头承认，这次要是没有朱迪斯，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这孩子胆大心细，换成别人发现不对劲，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本在一旁听得心里美滋滋的，明明大家都在夸朱迪斯，他这个当长辈的反而觉得脸上特别有光。等医生离开后，伊莎贝拉看着杯里的茶，心里有了新的盘算。像朱迪斯这么优秀的女性，哪怕是第二次婚姻，也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她嫁给普通人。看来这门婚事的标准得往上提一提了。伊莎贝拉已经放话了，朱迪斯未来的丈夫起码得是个子爵，甚至子爵都还不够，得从伯爵里挑个像样的。海德听着这些话，默默走出了大厅，他忍不住自嘲，是不是自己太贪心了？像朱迪斯这样的人，本就该一辈子住在豪宅里，而他只是个平民，两人的身份天差地别，更何况他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这对他来说是责任，但对朱迪斯来说只会是沉重的负担。想到这里，海德的脚步沉重了许多，这份还没说出口的心意，难道注定要埋在心底吗？海德现在满脑子都是朱迪斯的笑脸，他觉得自己真够傻的，竟然会产生那种错觉，觉得两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火花。其实朱迪斯对谁都好，那种温柔和体贴，或许只是上位者对平民的一种怜悯。现实远比理想残酷，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里闪过，如果我不是平民，如果我也拥有显赫的贵族身份，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但他很快就被自己吓到了，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怎么会出现在他心里？海德用力摇了摇头，试图甩掉这些幻想，可一旦种子种下了，真的还能轻易拔掉吗？海德很快就冷静下来，他告诉自己，无论生活有多难，都得脚踏实地走下去。既然身份无法跨越，那就换一种方式去守护那个女孩。他决定要做朱迪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哪怕只是在他宿醉时送上一份醒酒药，也比在那自怨自艾强。海德看着满园的花，心里终于释然了。就算这辈子没机会成为他的爱人，他们依然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这种纯粹的友谊或许比爱情更长久。海德做出了他的选择，可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温柔，真的能让他彻底死心吗？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朱迪斯随口应了一句。海德端着托盘，准时出现在了房间里。看到这位私人医生，朱迪斯还有点纳闷，明明早上的药都已经按时吃过了，海德却笑着解释，这药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旁的卡尔听到这话，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他急忙凑到跟前，生怕朱迪斯哪里不舒服，毕竟他刚才还在认认真真的读胎教书。卡尔一边叮嘱朱迪斯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一边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有能帮上忙的地方，他绝对义不容辞。看着卡尔这副又懂事又紧张的小模样，朱迪斯心里暖洋洋的。朱迪斯笑着摸了摸卡尔的小脑袋，说自己很喜欢听他读书。至于海德拿来的药，其实并不是生病了。海德在一旁补充道，这只是缓解恶心的药。卡尔反应倒是挺快，脱口而出就是孕吐。这反应让朱迪斯都觉得有点意外。海德忍不住夸了一句，说小少爷真是见多识广。卡尔一脸自豪地表示，这些知识他早就在书里全都看过了。他紧紧抱着那本书，一脸认真地追问，嫂子的孕吐严重吗？听说有人难受到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看着卡尔担心的样子，朱迪斯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轻声安慰道，好在情况并不严重。卡尔这才松了一口气，小小年纪就这么体贴，以后肯定是个暖男。海德把药递了过去，还不忘耐心地叮嘱说，这药对宿醉或者恶心都很管用。听医生这么一说，朱迪斯总算放了心，他笑着接过托盘，正准备喝药的时候，海德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说这是朱迪斯之前特意交代他办的事，反正他刚好要进城，就顺手给带回来了。朱迪斯紧紧攥着信封，连声向海德道谢。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海德只是淡淡的表示，这些都是他该做的，不用这么客气。朱迪斯私下拜托的事，总算是有着落了。海德在心里暗暗决定，要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他用力握紧了拳头，毕竟在朱迪斯面前，他一直都是那个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夜幕很快降临，朱迪斯独自坐在房间里，拆开了海德带来的信封，里面的情报非常关键。侯爵和侯爵夫人已经正式抵达了京城，他们这次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参加本月在皇宫举办的晚宴。这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朱迪斯盯着信纸，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接下来的这场皇宫晚宴恐怕不会太平了。埃基安在信里写道，希望这些情报能帮上忙。朱迪斯看着信纸，却觉得有点纳闷，这字里行间的语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简直像变了个人。不过现在没空纠结这些，他随手把信纸凑近烛火，看着它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侯爵夫妇既然到了京城，那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办得多了。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该怎么让他们知道海德就是他们失踪的长子？朱迪斯脑补了一下，如果自己直接冲过去，说我知道你们儿子的下落，估计还没等把话说完，就会被人家当成骗子直接给轰出来。毕竟这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听起来确实太可疑了。之前能说服伊莎贝拉，全靠那个预知梦的借口，可侯爵夫妇根本不认识他，这招显然行不通。朱迪斯陷入了沉思，到底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主动发现真相？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顺理成章地把消息透给侯爵夫妇？最好是能利用一下原著小说里的情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还真让他想到了，在原本的故事线里，侯爵夫妇只要进京，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们一定会去拜访最后一位萨满的神殿。那座神殿地处偏僻，常年笼罩在神秘之中，他们之所以每次都去，就是为了在那里祈祷，希望那个失踪的长子
有朝一日能平安归来。既然掌握了这个情报，朱迪斯心里瞬间就有了主意，只要在神殿提前布局，就不怕他们不上钩。可这个萨满神殿真的会像小说里写的那么容易接近吗？这位名叫恰斯卡的女人是那个神秘部落里最后的继承人，据说她拥有看穿未来的超凡预知能力。在部落走向没落之后，她独自一人来到帝国，主动提出要规划入籍，而她交换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在京城郊外盖一座属于自己的神殿。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自从神殿建成那天起，她就再也没踏出过大门，甚至从没在人前展示过任何预知能力。她就像是把自己彻底关进了那个牢笼，直到最后她竟然凭空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关于这位萨满的失踪，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整个京城都陷入了不安的猜测之中。当时到处都在转，说那个萨满其实是魔女，肚子里还怀着恶魔的孩子。可就在流言最凶的时候，神殿里却发生了怪事，那里的香火从不熄灭，周围的花也永不凋谢。那些想拆掉神殿的人，最后全都莫名其妙发了疯。这种诡异的威慑力反而让神殿名声大噪，原本被视为不祥的地方，竟然成了信徒们的圣地，每天都有人慕名而来，只为求得一丝庇佑。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侯爵夫妇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对这里的执着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只要他们踏入京城，就一定会去神殿祈祷。朱迪斯看着窗外，心里已经有了盘算，既然他们要去神殿，那这就是最好的机会。既然侯爵夫妇去神殿是为了祈祷儿子归来，那这个县城的弱点，朱迪斯可就不客气了，他决定亲自下场。朱迪斯的计划很简单，第一步就是抢占先机，赶在侯爵夫妇到达前，提前潜伏进神殿里。至于这第二步嘛，那就是发挥演技的时候了。他要在神殿内部当着那对夫妇的面，假装接收到了神谕。朱迪斯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就在神殿里假装听到了萨满的指引，然后当众揭开那个秘密，告诉那对可怜的夫妇，你们苦苦寻找的儿子，其实就在梅乌斯领地，正以医生的身份生活着。只要把恰斯卡搬出来，这番话就有了神圣的光环。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他打算把之前的谎言也一并给串联起来。既然之前跟伊莎贝拉说自己经常会做预知梦，那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只要说是梦到了神殿，伊莎贝拉肯定不会怀疑，毕竟在所有人眼里，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朱迪斯打算以此为借口，公开宣称要去神殿，为肚子里那个不存在的孩子祈求一份平安和福气。这个理由简直无懈可击，既能名正言顺的出门，又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朱迪斯正琢磨着计划，书架后面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敲击声，听出是埃吉安的声音。朱迪斯只能让他进来，可看着缓缓移动的书架，他心里却有点不痛快。明明有事可以写信，非要走这个秘密通道，就算知道密道在哪，也不能这么随进随出吧。虽然现在正受他照顾，但这种没边界感的行为，朱迪斯觉得必须的谈谈。书架彻底打开后，埃吉安一脸淡然的走出来，开口就问那封信到底有没有收到。朱迪斯没好气的回答，信是收到了，但你这尊大佛怎么还亲自跑过来了？看这架势，埃吉安要说的是恐怕没那么简单。看着朱迪斯这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埃吉安忍不住调侃说，他一见面就谈正事，难道除了聊工作，两人就没别的话题吗？他本想缓和下气氛，谁知朱迪斯头也不抬，直接回了一个字，没错。这回答简直快准狠，一点面子都没给留。刚才还一脸笑意的埃吉安瞬间就愣在了原地，他甚至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朱迪斯这波逻辑满分，他说自己倒不是在生气，只是觉得对公爵太失礼了。埃吉安还想找借口问是不是怕密道被发现，结果朱迪斯反手一个反问，要是有人在你家乱逛，你难道不觉得毛骨悚然吗？这一句话简直是暴击，直接把埃吉安给问哑火了。不管以前出发点是什么，现在这招都已经行不通了。朱迪斯笑着下了最后通牒，以后想见面可以，请走正规渠道预约。这下轮到埃吉安傻眼了，正规渠道，那以后还怎么私下见面啊？朱迪斯提到让海德传信，埃吉安这下彻底酸了，难道那个医生现在比我还要亲近吗？朱迪斯倒也坦诚说，毕竟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这话听得埃吉安心塞，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正准备结束这次见面，朱迪斯随口提了一句，得去征求母亲的同意才能出门。这一声母亲直接把埃吉安给喊懵了，他显然没料到两人的关系已经进展到这一步。朱迪斯倒是觉得理所当然，既然是婆婆交代的，总不能一直生分的叫公爵夫人吧。看着朱迪斯那副自然的模样，埃吉安只能沉默地接受现实。朱迪斯说出了心里话，比起亲生母亲，现在的婆婆反而更让他感到温暖。虽然这种比较听起来有点奇怪，他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自己说这种话是不是显得太离经叛道了。没想到埃吉安却并不意外，他语气平淡地提起，生母和养母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且他也是直到最近才知道自己的生母到底是谁，所以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他眼里再正常不过了。这一番坦白让原本尴尬的气氛多了一丝同病相怜的味道。如果他是最近才知道真相，难道就是在那一天吗？朱迪斯回想起那个瞬间，当时的埃吉安看起来整个人都像是碎掉了一样，所以他才什么都没敢问。可即便现在知道了原委，他依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安慰这个满身伤痕的人。毕竟这个男人从来都不习惯向别人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一声轻咳打破了沉默，埃吉安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
他转身准备离开，随口问了一句：“你接下来打算去哪？”朱迪斯这才回过神来。朱迪斯给出了目的地，他打算去造访那位最后的女祭司神庙。听到这个回答，埃基安陷入了沉默。他显然没明白去那种地方要做什么。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去神庙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朱迪斯摆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说是为了肚里的孩子，去那里祈求平安。可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毕竟这个所谓的孩子根本就是个不存在的谎言。埃基安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停下脚步，直言不讳：“那个神庙从来没人得到过回应，去那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他甚至带着一丝审视，问朱迪斯：“这次行动是不是也是他作为公爵夫人必须完成的某种任务？”面对这种近乎质问的语气，朱迪斯并没有退缩，他沉默了片刻，随后语气平静地叫住了他。他直截了当地提醒埃基安，自己并没有义务向他汇报所有的行踪，尤其是这种审问式的态度，他现在可没有权利对自己指手画脚。既然大家只是契约关系，那最好还是守好各自的边界，谁也别想轻易越界。面对朱迪斯的强硬，埃基安竟然破天荒的主动承认了错误，说是自己的好奇心越了界。可还没等气氛缓和，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刀。他说朱迪斯表现的实在太像这个家的一份子了，这种过度的投入，甚至让他有些分不清眼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是契约者还是真儿媳。朱迪斯听出了话里的试探，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啊。”他顺着对方的话头，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身份。既然只是个拿钱办事的雇员，那确实不该表现得太关心。说完，他便头也不回的离开。朱迪斯握住门把手，既然自己只是个雇员，那连出门这种小事也得先请示老板才行。可当走廊只剩他一人时，朱迪斯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刚才那种强硬的姿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刚才的表现，是不是有些太感情用事了？明明只是场交易，可他刚才的反应似乎已经超出了职业范畴。朱迪斯一边走一边嘀咕，总觉得今天的埃基安表现的也挺反常。平时两人虽然也吵架，但今天这场对话气氛明显有些不对劲。他把责任全推给对方，觉得就是埃基安的错，非要反复强调他只是个冒牌货。可冷静下来想想，对方说的其实也没错，自己早晚都要离开这里。朱迪斯突然意识到，刚才之所以会那么生气，或许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他竟然想在这里多留一阵子。这种不该有的留恋，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窗棂，也让朱迪斯冷静了不少。他心想，刚才那番话，估计也让对方吃了一惊。看着眼前模糊的雨景，他暗自下定了决心，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不能再这样意气用事了。当海德为了自己心仪的对象跑来找他咨询建议的时候，当时为了断绝他的念头，我故意拿身份地位说事，用最刻薄的话语狠狠践踏了他的真心。看到他露出死心的表情，我心里甚至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解决了一个麻烦。可这种轻松感并没维持多久，一种莫名的焦虑很快就将我彻底淹没。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海德拉米斯和我不同，他有资格光明正大地站在那个人的身边，而我却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阴影里，连靠近都成了一种奢望。在别人眼里，他是个英俊又真诚的男人。正因为知道这场婚姻是假的，他才能在朱迪斯难过时毫无顾虑地陪他喝上一杯。相比之下，我只是个身份不明的怪人，却还像个愚蠢的丈夫一样，事无巨细地插手他的生活。我竟然差点忘了，如果没有埃基安这个身份，我根本没资格自称是他的丈夫。如果脱下了这层伪装，我甚至连站在他面前的勇气都没有。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要把朱迪斯逼到那种地步，只是听他说要去神殿，我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回想起刚才的争吵，他肯定也被吓坏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找他好好谈一谈。既然事情因我而起，那就由我来解决吧。我打算现在就去神殿，见面之后先向他道歉。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身后的随从开口问道：“主人，您这是要出去吗？”我随手拿起雨伞，告诉随从很快就会回来。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就没必要再拖泥带水。其实在听完巴特的话后，我一直很抵触去那个地方，总觉得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但多亏了朱迪斯，我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或许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大雨冲刷着街道，我独自撑伞走在雨中，看着远处那座透着紫色微光的建筑。传闻果然是真的，这些摇曳的紫色烛火，即便是在这种大雨天，竟然也完全没有熄灭。神殿外排起了长队，明明从未有人得到过回应，大家却还是不肯离去。看来人在走投无路时，真的会把虚无当成救赎。在那群祈祷的人影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侯爵夫妇。10多年前，他们弄丢了儿子，至今都在苦苦寻找。果然不出我所料，朱迪斯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接近这对夫妇。他似乎早就计算好了位置。他今天穿得很朴素，还特意戴上了面纱，甚至撑了一把巨大的雨伞，显然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大概是母亲的主意，在正式宣布怀孕的消息前，让她尽量保持低调，免得节外生枝。我猜那个消息应该会在接下来的皇室宴会上由母亲亲口宣布，毕竟她最喜欢那种大场面。不过等等，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躲在暗处偷偷观察，还在这里自顾自的分析，怎么看都像个形迹可疑的跟踪狂啊！不对不对，我这可不是在跟踪，只是不想打扰朱迪斯，所以才在这里等他。等他从神殿里出来，我再找个合适的时机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这样才显得比较自然。可还没等我把计划想好，天空中突然划过一道巨大的紫色闪电，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雷光竟然直冲神殿而去，瞬间将整座建筑吞没。
那些号称永不熄灭，连暴雨都无法浇灭的烛火，竟然在这一瞬间全部熄灭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乱，大家都在惊恐地议论，这可是神殿从未有过的异象。难道真的是那位最后的祭司降下了诅咒？这种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诅咒了，既然烛火熄灭，说明神殿内部一定出了大事。我扔掉手中的雨伞，直接冲进了大雨之中。朱迪斯还在里面，我必须立刻确认他的安全。诅咒这个词现在听起来真是讽刺。我拼命撞击着神殿的大门，却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我前进。难道折磨我一个人还不够让你满意吗？非要把无辜的人也卷进这场灾难里？别再开这种玩笑了，不管你有多恨我，都不该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你的怨气。哪怕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我身上也没关系，但至少请放过里面的那个人。如果你真的是我母亲，如果你还在看着这一切，那就请你大发慈悲，快点收手吧。作为梅乌斯家族的继承人，埃吉安曾经拥有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显赫的家世，疼爱他的父母，还有个可爱的弟弟。在外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人生。他本以为只要等皇太子登基，所有的矛盾都会解决，自己也能稳稳地接管家族。可就在他地位最稳固的时候，家族医生巴特却在深夜带来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消息。巴特压低声音说：“小领主，你根本不是公爵的亲生儿子。”为了证明这不是谎言，巴特还告诉他，只要停掉每天喝的茶，真相就会浮出水面。这一刻，埃吉安的世界彻底塌了。没过多久，巴特说的话就应验了。埃吉安那头标志性的金发里竟然长出了黑发，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梅乌斯家族的血统。巴特顺势递过来2份医疗记录，一份属于公爵夫人伊莎贝拉，另一份则是埃吉安自己的。巴特指着记录说，公爵夫人的病历里有整整10个月的空白，那段时间他们正好在巴特岛上旅行。就在那个岛上，他们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并在那里多待了2年，才带着孩子回到首都。巴特盯着埃基安说：“那个被捡回来的孩子就是你，这就是为什么记录会对不上，这简直太讽刺了。”巴特继续抛出证据，他说埃基安当年的发育速度快得根本不符合常理。埃基安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猛地拍桌子，站起来说：“够了，我会亲自去问我的父母。”可巴特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定在了原地。巴特压低声音说：“你不是普通的孩子，你身上流着皇室的血脉。”为了证明这个惊天秘密，巴特告诉他，受月亮祝福的皇室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只要在月光下流血，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埃基安接过巴特递来的短剑，对着自己的手臂狠狠划了下去，随着短剑划破皮肤，鲜血瞬间溅了一地。但接下来的画面让埃基安彻底愣住了。巴特看着他的手臂说：“没错，受月亮祝福的人，伤口会在月光下自动消失，这就是皇室血脉才有的本事。现在证据确凿，你根本没法抵赖。”巴特往前走了一步，语气变得冰冷。他说自己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而接下来的话简直像刀子一样扎心。巴特盯着他说：“出于忠诚，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不要用你那皇室的血玷污了梅乌斯家族。”就这样，埃基安带着满身的罪恶感，彻底离开了梅乌斯家族。他当时觉得是自己这身皇室的血弄脏了家族的门楣，他甚至还在心里感激巴特，觉得要不是巴特揭穿真相，他会害了整个家族。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圈套。整整5年后，埃基安才发现自己被耍了。巴特从来就没忠诚过，他直接冲到巴特面前，想要一个真正的交代。可再次见面，巴特却隔着铁栏杆露出了一个让人发毛的笑。他管埃基安叫被诅咒的殿下。巴特压低声音问：“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好奇你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吗？”巴特接下来的话像一道惊雷劈在埃里希头上。他说，当年的皇帝强行占有了最后一位巫女，而那个巫女就是埃里希的亲生母亲。巫女在生下他之后，用生命下了一个恶毒的诅咒。他说，在不久的将来，皇帝会死在自己亲生儿子手里。皇帝被吓坏了，他本想立刻除掉这个祸害，可巫女临死前还有一句话：谁要是敢动手杀这个孩子，谁就会遭到同样的诅咒。皇帝投鼠忌器，最终还是没敢下死手。他命令侍从处理掉这个孩子，可侍从动了恻隐之心，只是把他丢进了大海。结果呢，他一路飘到了巴特岛，被公爵夫妇捡了回去，成了现在的埃里希。最讽刺的是，无论是当今皇帝，还是养育他的公爵夫妇，其实全都知道这一连串的破事。原来他这辈子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巴特冷笑着说：“公爵夫妇之所以瞒着你，是因为他们真的把你当亲儿子疼。可皇帝却在旁边看戏，他正等着你亲手毁掉这个家。”埃里希突然打断他：“既然你们和皇帝都想让我继承爵位，那5年前为什么要赶我走？”巴特叹了口气说：“原本计划确实是这样，直到我发现事情不对劲。我最初是奉命来下毒的，只要梅乌斯家族全死光，我就能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可自从你出现之后，所有的计划都乱套了。”皇帝突然叫停了下毒，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变态的主意。他想亲眼看着梅乌斯家族被他们最疼爱的儿子亲手送进地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复仇了。皇帝是要杀人诛心，让埃里希永远活在痛苦里。巴特继续说道：“起初我并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公爵夫妇绝不会真心接纳你，只要他们的亲生儿子卡尔一出生，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从来没想过要赶你走，你就这样在他们的宠爱下一天天长大，甚至从一个孩子变成了现在的青年。我开始慌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向皇帝上奏，我说你根本不可能动手杀公爵，我们必须立刻恢复下毒计划。可结果呢，皇帝根本不听我的，到后来他甚至连信都不回了。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在皇帝眼里，我也成了一颗没用的棋子。”埃里希冷冷地看着他，低声问道：“所以
这就是你5年前非要把我赶出家门的原因吗？巴特坦白说，没错，我当时确实是想让你早点走，只是没想到让你离开这里竟然是件好事。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来我终于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他原本用来毁掉梅乌斯家族的刀已经不见了，而我正好顶替了那个位置。你说这故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进展比我预想的顺利。朱迪斯撑着伞走在云雾里，他已经成功排在了侯爵夫妇前面，而且因为这场大雨，排队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朱迪斯已经想好了，等会儿从神殿出来就说自己得到了神谕，反正来这儿祈祷的人肯定都会相信。不过这样随便冒用神女的名义，真的没问题吗？万一真的遭天谴怎么办？算了，现在可不是怂的时候，反正出发点是好的，神女应该能理解吧。再说了，连堆积如山的债务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比起没钱，神罚似乎也没那么恐怖了。推开沉重的大门，神殿内部的景象让他愣住了。明明听说这里没人打理，结果竟然干净的离谱，尤其是那些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难道说这里真的有某种神秘力量？坏了，刚进门，那根号称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竟然当着朱迪斯的面直接灭了，这下谁都得懵。朱迪斯吓得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求饶：“神女大人，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他心里虚的不行，刚才还想着借人家的名义招摇撞骗，结果报应来得这么快，他只能不停地解释自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出此下策。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大门被吹得哐哐作响。朱迪斯还以为只是天气不好，正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困在这儿，结果一个空灵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我们终于见面了，朱迪斯，艾兰。”朱迪斯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本只是想来这儿碰碰运气，结果神女竟然真的现身了。还没等朱迪斯开口解释，对方先轻声问了一句：“你真的知道我是谁吗？”